老婆为了给他弟弟治病，不仅卖了我父母给我的房子，还让我捐了骨髓，现在还想让我捐肾。羊毛也不能逮着一只薅吧？晏殊，不过1颗肾而已，你捐1颗又不会死。我弟弟的女朋友急需1颗肾，正好你的肾和他很匹配，你就不能大方一点？阮思涵，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对你们家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晏殊，你的格局也太小了，你失去的只是1颗肾而已，我弟弟失去的可是爱情。去特么的爱情，这又不是我的爱情，凭什么让我捐肾？之前又是卖房，又是捐骨髓给你弟弟治病，我对你们已经够意思了，你们家不要太多份。不，你如果不捐肾，那失去的也很可能是你的爱情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你这是要跟我离婚？你可以这么认为，天大地大，没有我弟弟的幸福大。我没有同意，可妻子阮思涵在我饭菜中下了药，在我昏迷时拉到医院取了肾。再次睁开眼，我重生到阮思涵要挟我不卖房给他弟弟治病，就离婚的那一天。这一世，我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。晏殊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到底什么时候去卖房？回想上一世，阮思涵的弟弟被检查出有恶性淋巴癌，还好发现的早，只要移植合适的骨髓就能治疗。为此，我和阮思涵都去做了骨髓匹配，正好我的和他弟弟完全匹配。为了阮思涵，我爽快的同意了。而像这种病治疗起来没个几10万是挡不住的。阮思涵家里借不到钱，他们就想到了卖掉我的房子。呵，真是可笑！你弟弟治病为什么要卖我们的房子？你们家自己的房子呢？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回想起上一世自己为了维护这一段婚姻，从而做出来的那些愚蠢决定，我就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家的房子卖了，那我弟弟和我爸妈住呢？是大街吗？阮思涵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这还是不是他认识的晏殊？你也知道是大街这3个字啊？那你怎么不好好想想，这套房子如果卖了，我住哪？我讥讽地看了阮思涵一眼。我们可以住你父母那边啊。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绝对不会跟我父母一起住吗？对啊，所以等你房子卖了之后，我住你们父母呢。你父母的话就随便找出租房住下就行了，别让他们影响到我。阮思涵理所当然地说道，根本没觉得自己的话有多过分。呵，阮思涵啊，阮思涵，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啊？全世界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，要遵从你的意思。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你，房子不可能卖，而且你弟弟的病我也不会出1分钱。你们家休想再从我这边得到1分1毫。尽管我早就对阮思涵彻底死心了，但是听到他这么不要脸的话，我还是生气了。让我父母出去租房，你怎么不让你父母卖掉房子出去租房呢？不卖房，晏殊，你要是敢不卖房，我就跟你离婚。阮思涵脾气很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点就燃。这不听到我不仅不卖房，还说不出1分钱给自己弟弟治病，他当场爆发了。对于他来说，自己的弟弟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。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真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满大街随便拉个女人都比你强千百倍。我拿话不断的刺激阮思涵，夫妻那么多年，我太清楚阮思涵的脾气了。这小脾气一上来了，做事根本不管后果。而我之所以如此刺激阮思涵，当然是为了逼他离婚。都重生了，我当然不可能再让阮思涵一家祸害自己，祸害自己父母。所以重生第一件，先斩前妻一家，让他们永远的离开自己的生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有本事马上去民政局。果然如同我所料，被我不断刺激的阮思涵根本不思考后果，直接同意了离婚。走就走，谁怕你啊？我倒要看看你离开了我以后的日子还能怎么过。笑话，我阮思涵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样貌有样貌，追我的不计其数，你不懂得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我。说完气冲冲的就前往了民政局。然而在路上，我还需要不停的讥讽阮思涵，我可不能让阮思涵冷静下来，万一冷静下来了，反悔了可不好办。要让阮思涵处于愤怒的状态。很快从民政局走出来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起来。终于离婚了，这一世我再也不用被这一家子连累了。回到家后，阮思涵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晏殊，离婚协议你也签了，属于我的那1半财产，你尽早给我，否则别怪我去法院起诉你。将东西收拾完之后，阮思涵冷冷地说道：“我们签离婚协议的时候，明确地指出财产平分。”对此，阮思涵自然没有意见。也正是因为要平分，所以他才肯签字。不然的话，光是一句离婚，他又怎么可能傻乎乎的签字？放心，最多3天我就将属于你的那份财产给你。我如何不知道阮思涵在想什么？可惜阮思涵想的有点多，属于他的那份财产早已经被他偷偷的拿去给他弟弟霍霍完了，剩下的财产他1分也拿不到。至于现在住的房子，虽然是在我名下，但是和阮思涵却没有半点关系，因为那是属于婚前财产。当阮思涵离开之后，我打量着空荡荡的房间，脸上露出了一抹喜悦。我清楚这套房子不久后会面临拆迁，但阮思涵一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得提前做好准备。索性在这2天就将我和阮思涵的共同财产详细的算出来，精确到1分1毫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晏殊，你这个混蛋竟然把门锁换了！都离婚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想来？要不是你还没将钱打给我，我才不愿意来呢。3天过去了，财产你算好了没有？算好了拿给我看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赶紧将钱给我，我弟弟等着钱治病呢。阮思涵也不客气，直接闯入了房间之中。早就算完了，你过目一下吧。我从桌子上拿出一张纸来，递给了阮思涵。我能分到多少钱？自己不会看吗？果然，这个女人眼里只有钱，离婚一点都没影响她的心情，只要有钱拿，离婚什么的，她才不在乎呢。晏殊，你个王八蛋，什么意思？存款竟然只剩下100块钱了，我们的钱呢？是不是你私吞了？在阮思涵的脑子里，我的存款至少有50万。你说剩下的钱啊，我给我父母了。给你父母？晏殊，你竟然将我们的钱给你父母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阮思涵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呵，这话说的就有点搞笑了。你将咱们的钱拿给你的废物弟弟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过要经过我的同意呢？我嗤笑一声，那怎么能一样？阮思伟可是我唯一的亲弟弟，我给他钱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那2个老东西和我又没关系，凭什么拿我的钱？阮思涵
涵蛮横无理地说道，丝毫不在意自己说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，反正只要自己觉得有道理就行，至于其他人关他什么事。阮思涵，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这一世我不会再放纵他了。我就说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那两个老东西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明明手里有钱，凭什么？晏殊，你他妈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如何？你要是再敢说我父母半句坏话，就不是一巴掌的事情了。父母是这一世我最大的逆鳞，我不会再允许阮思涵一家再对自己的父母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情。你，阮思涵忽然感觉此时的我很陌生。别你我的了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以后也不想看到你，给我滚吧！咱们结婚这几年，你拿了多少钱给你那废物弟弟了？小额转账就不说了，大额转账足有30多万了吧？那30多万可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就擅自将钱给你弟弟。如今我拿30万给我父母，也算是扯平了。至于去法院告我，你有本事就去啊！你看看法院是帮我还是帮你？我完全没将阮思涵的威胁放在眼里。好，晏殊啊晏殊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阮思涵带着满腔的怒气离开了这里，在离开的时候更是狠狠地将门摔了一下，已是心中有多么的愤怒。对于愤怒离开的阮思涵，我根本没在意，一个早已经让我心灰意冷的前妻而已，根本不值得我留恋。既然重生了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，而想要过好每一天，财富自由是必须的。我知道这套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，一旦拆迁的事情下来，阮思涵以及他的家人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上门来闹那是100%的事。可恶的晏殊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哼，我现在就发朋友圈，让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声讨你这一个家暴男，终究还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他发送了朋友圈，仅仅是几分钟后，他的这条朋友圈下面就有很多人留下了评论，非常的热闹。晏殊那个渣男竟然敢打你，他怎么敢的呀？思涵姐，你别怕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像这种打老婆的渣男，我们就应该曝光他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社会性死亡。就我关注了离婚证吗？思涵，你和晏殊离婚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晏殊这家伙就不是个男人，我弟弟生病住院了，我让他拿点钱出来，他不乐意，而且还打我。这样的男人留着干什么？早点离了好。朋友圈里，阮思涵颠倒是非，将自己说成一个受害者，一个劲儿的往我的身上泼脏水。他和我有不少共同朋友，所以他要先发制人，让我以后在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当阮思涵回家后，他的母亲连忙询问道：“你这脸上怎么回事？还能是谁？晏殊打的败。妈，我被晏殊骗了，这家伙一开始就没打算分钱给我。”阮思涵开始在他母亲面前卖惨，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。什么玩意儿？晏殊那小王八蛋竟然不打算给钱，他凭什么？连阮思涵被打的事情都不管了，他此刻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没有钱，他的儿子可怎么办啊？他说他的钱已经给了父母了，没有钱分给我，还说属于我的那一部分钱已经被小伟拿走了。这小王八蛋心可真脏，小伟可是你亲弟弟，他给你亲弟弟花点钱不是应该的？不行，这小子别想吞掉我们家的1分钱，我亲自去一趟那2个老东西的家，我倒是想要问问那2个老不死的是怎么教孩子的，竟然敢算计老娘的女儿，他活腻了不成？在电话里我也没有隐瞒，将离婚原因以及2人之间的争吵原本的告诉了父母。岂有此理！这思涵也太过分了，之前他瞒着你将30万给阮思伟那小子，我们一家也不说什么了，现在竟然还要让你卖房给他弟弟治病，他自己不是有房，干嘛不卖自己的？真当我们家是冤大头好欺负啊？儿子，你这婚离的对，爸妈支持你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咚咚作响。燕卫国、金小丽，我知道你们在家，给我开门！开门吧，我倒要看看赵明兰过来想干什么。你们夫妻在家正好，今天我倒是想问问你们是怎么教的儿子，看看我家女儿被你们家儿子打的，到现在脸还红着呢。你儿子可真有本事啊，竟然打老婆，他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这也就罢了，打了我女儿后，竟然还拒骗她离婚，更是私吞财产，1分钱也不给她，狗娘养的！今天你们家要不是给我们家一个交代，我赵明兰跟你们没完！你脸可真大，你还有脸问我是怎么教育儿子的？我儿子起码是名校毕业，月薪更是高达1万多。反观你那儿子呢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不说，还是一个啃老、混吃等死的废物。放屁！你这个老王八蛋，少给我在这里污蔑我儿子！算命的可是说了，我儿子将来是大人物，知道什么是大人物吗？那可是身家几10个亿的超级富豪。像你们家这些穷逼，连给我们家提鞋都不配。我女儿嫁给你，那是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不但不珍惜，竟然还敢打我女儿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就你那废物儿子还大人物，赵明兰，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叫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？说话给我客气点！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我女儿离婚财产给他，我们就不走了。现在我们2家可没什么关系了，你要是不走，别怪我报警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擅闯民宅。好啊，你儿子骗我女儿钱，还打我女儿，你还有脸报警？你信不信我找媒体曝光你们这没良心的一家人？我赶到的时候，
他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。是你这个小王八蛋来了。好，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，那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晏殊，你和我家思涵离婚了，属于我家思涵的那部分财产，你必须一分不少的给我。行啊，想要财产分配没问题，让阮思维把这些年从我们家拿走的钱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账算一算，该给你的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。拿走了30万，还想继续拿？你在想屁吃？不可能，小伟凭本事要的钱，为什么要拿出来还给你？我告诉你，既然当初思涵将钱给了小伟，那就是小伟的，和你们一家早就没关系了。先别说那30万，估计早就被儿子花完了，就算没花完，他也不可能拿出来。到了他手里的钱，再想让他吐出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无需在这里跟我们一家耍无赖，我不吃你这一套，你也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。如今钱在我的手里，只要我不想给，赵明兰1分钱都别想要到。更何况我还是占理的一方，哪怕是闹到了法院，最后的判决也是对我有利的。晏殊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不让我好过是吧？那大家就都别好过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什么都不在意。赵明兰咬牙切齿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下一秒就跑到了楼道里。大家都快出来看看，这一家人简直就不是人。小舅子生病住院了，身为姐夫的晏殊不但不帮忙，反而拒骗我女儿离婚。为了亲弟弟的救命钱，我女儿哪怕是被骗也认了。结果晏殊这小王八蛋那叫一个丧心病狂啊！离婚的时候说好的平分家产，结果到了现在1分钱都不肯给，那可是我儿子的救命钱啊！苍天啊，我怎么就那么的命苦，摊上了这么一个女婿？在赵明兰闯入这里大吵大闹的时候，左邻右舍就都听到动静了。他们既然不想要离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他们都是邻居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咱们和晏殊也认识10几年了，他们一家什么人品我们还不清楚吗？你这显然是不甘心没拿到钱，上门来了钱的。赵明兰，你还有脸在这哭诉？你儿子病了，我一开始没说不帮忙吧，结果你嫌弃钱少，让你女儿逼着我卖房，好将卖房的钱拿出来给你儿子治病。更过分的是，你女儿让我卖房之后，将我父母赶出去，不让他们住。有你这么当丈母娘的吗？我和阮思涵离婚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赵明兰低下头，不敢直视我。至于平分财产，我也确实做到了。结婚这些年，阮思涵背着我给了你儿子30多万，那些钱也是属于夫妻财产的一部分，而这30万可是超过我和阮思涵一半的夫妻财产，我没让你们家将超出来的那部分补给我就不错了。邻居听到我的话后，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随后他们看向赵明兰的眼神充满了嘲讽。这泼妇的脸皮是有多么的厚，才会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啊！赵明兰灰溜溜的走了，带着满身的狼狈，面对众多嘲讽的眼神，即便她脸皮再厚也待不下去了，随后去到了医院。我不想死，姐夫的房子卖了没有？给我治病的钱呢？面对儿子的质问，赵明兰选择了说谎。宝贝，你放心吧，你姐夫已经在卖房子了，你治病的钱马上就有了。好，还是姐你有办法，将晏殊拿捏得死死的。阮思涵看到这一幕，直接将赵明兰拉到一边。妈，那弟弟的病怎么办？以咱们家的存款，恐怕支撑不了太久，毕竟弟弟如今的开销每天都要1000块上下。家里的存款还能顶个把月，但是那点存款杯水车薪，只够你弟弟住院用的。一旦你弟弟能找到匹配的骨髓，就需要进行手术，到时候就是几十万的巨款，这笔钱我们根本拿不出来。所以不管如何，必须要让晏殊那小王八蛋拿出一笔钱来。说着，赵明兰看看了阮思涵，你也是太蠢了，这么轻易的就和晏殊离婚了。我们现在至于这么被动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有一个律师同学，有空我去找他打听打听，像这种情况怎么拿回财产。1周的时间过去了，在公告栏上，我看到了小区即将拆迁的消息，拆迁终于来了，自己重生后的第1桶金也要到账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写好了辞职信，准备辞职。晏殊，你最近几天怎么回事？天天5点就见不到你人影了。最近心情不好，懒得加班。怎么你有意见？我虽然看不惯王大治的所作所为，但也不会顶撞他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自己都要辞职了，我当然不惯着王大治的臭毛病。办公室里原本杂乱的声音顿时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，这可是头一次有人顶撞王八皮。晏殊，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和我这么说话？你信不信我立马开除你？开除我？来呀，别让我看不起你，有种你就开除我。我将准备的辞职信收了起来，自己辞职的话还拿不到赔偿，但是被无故开除的话就不一样了，我可以拿到N+1的赔偿，几个月的赔偿下来，那可是大几万呢，白拿的钱我当然不会不要。好，你真以为你是个副组长就可以在我面前耍横？以为我不敢开除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公司。他只是个主管，按理来说是没资格开除员工的，但是现在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行，开除就开除，记得准备好N+1的赔偿。就你这种顶撞上司的垃圾还敢要N+1的赔偿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王大治，如果我的补偿没到位，那就别怪我到劳动仲裁那边去告。你也不想你私自开除员工的事情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吧？就算给你赔偿又如何？丢了那么好的工作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生活？不妨告诉你，你今天是被开除的，以后休想在这个行业里混。我能不能找到工作就不用你劳心了，以后能不能在这个行业混，就得看看你的本事了。这时候我的手机铃声响了。你好，
请问是晏殊先生吗？因为我使用的是国产机，所以声音比较大。我是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晏殊先生，我是拆迁公司的代表，这次打电话给你是想要通知一下你，今天晚上7点在小区 A 幢101室开会，商议拆迁赔偿的事情。拆迁赔偿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晏殊先生，晚上7点欢迎你的到来。听到是商议拆迁赔偿的事情，我开心的挂断了电话，整个公司里的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我。卧槽，难怪今天晏殊那么强硬，连王八皮也敢得罪，更不怕被开除，原来是成为了拆一代啊！为什么我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？我家有老房子啊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家拆迁？我临走的时候回头望向王大治，记得我的 N+1赔偿。各位，今晚小菜园走起，我请大家吃个饭，一来是庆祝一下我成了拆迁户，二来也是和大家道个别，为这3年的同事情画上个句号。下午我联系你们。哇哦，叔哥大气啊！小菜园随便一顿人品都要1000多，全是新鲜的海鲜。我靠，原来叔哥今天是来辞职的呀！我刚走，王大治就故意通知全体部门，今天晚上加班到10点。晏殊啊，晏殊，你不是要请客吃饭吗？老子把人全部给你留下，看你还怎么请。到时候点了一大桌子的菜，结果没一个人来，那场面肯定很有意思吧？下午的时候，我已经和拆迁代表谈好了赔偿方案，现金赔偿全额584万。晚上我请同事们吃饭，没想到大家拒绝加班，整个部门差不多到齐了。叔哥，恭喜你成为拆迁户，这一杯我敬你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跟我一个组的顾涛去卫生间，正好撞见了我的前妻。咦，嫂子，是你啊？你是来接哥的吗？他在隔壁包间。你是顾涛？顾涛身边的人正是前妻阮思涵，今天他也在小菜园吃饭，他邀请的同学是从事律师行业的，给他争取离婚财产来着。是我，嫂子，恭喜你啊，你们家发达了。顾涛显然还不知道我和阮思涵离婚的事情，所以笑眯眯的送上了祝福。发达？顾涛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阮思涵一脸的黑人问号，他不明白顾涛在说什么，同时看向顾涛的目光带着一丝不耐烦。他最烦醉酒的男人了，神志不清不说，还一身的臭味。嫂子，你家都拆迁了，你会不知道？不应该啊，因为拆迁的事情，叔哥今天都请我们到小菜园吃饭了。拆迁？什么拆迁？你是说我们家拆迁了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拆迁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晏殊那个王八蛋竟然不告诉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拉黑我，简直是罪该万死。当阮思涵来到我上班的地方，得到了一个让他所料不及的事情。什么？晏殊辞职了？他什么时候辞职的？叔哥在拆迁通知下来后的第2天就辞职了。嫂子，你是不是和叔哥吵架了？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叔哥都没和你说？没什么，不该你问的你别问。阮思涵灰溜溜的离开了公司，心急如焚的想要找到我。叔哥，跟你说件事，刚刚嫂子来公司了，似乎不知道你离职的事。我们早离婚了。啥？你们离婚了？为什么？我操，这阮思涵太过分了吧！叔哥放心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你能力那么强，如今又是拆迁户，以后绝对可以找到比阮思涵更好的女孩。行了，现在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改天再请你喝茶。阮思涵竟然那么快就知道小区要拆迁的事情了，原本他们一家就对没分到财产耿耿于怀，现在要是知道拆迁的事情，恐怕会没完没了。我赶紧去父母家里告诉他们拆迁的事，没想到在小区门口遇见阮思涵。晏殊，没想到阮思涵来的那么快，早知道刚才就直接离开，不收拾一番了。有事？晏殊，我是来道歉的，未知道之前都是我太过任性，才让你失望，但是我保证以后我不会再那么任性了，我会改的，我相信你还是爱我的。那次离婚我们都太不冷静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复婚吧。阮思涵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如果我不是重生的，还真会被阮思涵这副模样打动。只可惜我太了解阮思涵了。收起你那可怜的演技吧，阮思涵，夫妻那么多年，你什么性子我早已经一清二楚。至于离婚不冷静的只是你而已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。晏殊，你不觉得你很无情吗？就是一次简单的吵架而已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都过来给你道歉，给你低头，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阮思涵原本含情脉脉的表情顿时僵住了，下一秒他就将之前要忍气吞声的想法给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。你难道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迟来的道歉比草菅吗？行了，多说无益，我们以后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好。至于复婚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现在不可能，未来更不可能。好不容易脱离了泥潭，我晏殊除非脑子有病，才会再踏进去。我很是平静的丢下几句话，正准备离开。泥潭？你竟然说我是一个泥潭？晏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凭什么将我说的如此不堪？我阮思涵貌美如花，身材又好，当初在学校里想追我的人不计其数，你得到我不知道珍惜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嫌弃我，你怎么不找你自身的原因？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也无法满足我的要求，难道不是你的错吗？自己没本事就算了，还将所有的错都推到我身上，晏殊，你就不是一个男人。此时的阮思涵可谓是直接气炸了。你是的都对，我懒得和阮思涵争辩什么，真要争辩，那将会是一段没完没了的争吵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阮思涵心里顿时难受极了，感觉自己全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一般，没有半点伤害。晏殊，刚才是我太过激动了，又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其实我内心的意思不是在责怪你，而是想要激励你，我只是不善表达罢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你猜我信不信？我转身就走了，当着阮思涵的面离开了。而阮思涵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，他做不出那种死缠着我不让我离开的举动。对于阮思涵的反复无常，我早已经习惯了。生吗？我当初给你买的房子要拆迁呢。总共的拆迁赔偿是584万，对比起当初花费280万购买这套房子，等于这套房子我们赚了300万。是的。鸽子，你怎么选择了资金赔偿？如果选择房子的话，你就可以拥有2套房了。
这不比现金好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你选择了现金赔偿，你以后住哪里？妈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过这笔钱我拿着有其他用，所以对我来说，现金赔偿比1比2置换要强得多。你拿钱有其他用，鸽子，你这是准备干什么？我准备创业。老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创业，鸽子，你现在工作那么好，干什么要去创业啊？妈，我想我创业自然是有一定的把握。好吧，儿子既然有自己的决定，那我们身为父母就应该支持他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。吃过饭，一家人坐在沙发看电视。新闻报道，这段时间铜的价格一直在下跌，原先每吨3万5的价格，跌到现在3万3每吨了，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？爸，咱家存款还多吗？也不是很多，大概还有10多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是做电子厂的，这几年效益都不怎么样，就是接下来你买铜材料的时候，不要一下子买太多，够用就行。然后你去银行贷款一波，能贷多少就贷多少，最好在1个星期内审批下来。等贷款到位之后，你听我的，到时候一次性弄一波大的。你的意思是铜价未来会上涨？不错，确实会上涨，而且通过我的观察和一些渠道，这上涨的幅度还不低，所以您可以一次性购买1年乃至几年使用的铜材料，只要保存得当，接下来几年你都不用担心铜材料的问题了。一下子买几年的材料，儿子，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万一中途铜的价格下降，那咱们家的损失可就大了。爸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有特殊渠道，知道一点内幕消息，所以你就听我的吧，儿子还能骗你不成？特殊渠道，内幕消息，儿子，你确定这不是别人设下的陷阱？别闹，我和我朋友关系好着呢，而且他家贼有钱，几10亿那种，怎么可能会为了骗你那点钱设下陷阱？更何况你就算是一次性多买了很多铜，最多就是价格上有所差异，又不会有其他的问题。老爸思考一番，这样那确实没必要设置陷阱。行，那老爸就听你一回，搞一波大的。我同学告诉我，等铜材料的价格降到1吨3万2500至3万2000之间的时候，就可以动手买了。具体什么价格啊？您自己到时候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我就去一趟银行。之前银行那边总是叫我去贷款，这次去应该能贷个100来万。多谢老爸信任。刚把事情确定好，房门又一次被敲响，又是阮思涵来了。怎么是你？妈，我这次来是专门道歉的。我知道那天我妈上门来闹，让你们都很生气，我特意过来赔礼道歉。我给你们买了点水果和茶叶，希望你们不要和我妈计较。不需要你假惺惺的过来道歉，你什么性格？这3年里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。你会道歉，恐怕是因为听到小叔遇上拆迁了，所以才过来的吧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是真心想要和晏叔复婚的。复婚？阮思涵，你就省点力气吧，这辈子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带着你的水果和茶叶离开吧。晏叔，你也在这呀？你听我说，晏叔，你给我开门，我话还没说清楚呢。晏叔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有你这么对待女人的吗？晏叔，你个王八蛋，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开门，信不信我？谁啊？大中午的吵个没完，信不信我报警告你扰民啊？这不是晏叔的前妻吗？我说你这姑娘也太没公德心了，大中午的这么闹像什么话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然别怪我这就叫帽子叔叔了。你去哪了？怎么那么晚回来？阮思涵随口找了一个借口，最近公司有点忙，需要经常加班。就你那点工资还加什么班？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尽早从晏叔那边将财产分过来。对了，医院今天打电话通知了，之前我们做的骨髓配对明天就能出结果了。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医院，如果咱们几个中有人的骨髓能和小伟匹配上的话，那小伟的治疗费就会低上很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现在就发个消息给领导，明天请个假。第2天一早，阮思涵就跟随他母亲一起前往医院了。医生，我儿子的骨髓匹配情况如何？我们家人当中有谁的骨髓能移植给我弟弟？你们一家的运气不错，确实有个人的骨髓和阮思伟的骨髓能够配对。阮思涵一听，顿时惊喜交加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弟弟有救了。算命的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儿子未来可是大人物，怎么可能倒在区一个病痛上？对了，医生，我们家谁和我弟弟的骨髓匹配啊？稍等一下，我看看资料，有了，是一个叫晏叔的人。怎么会是晏叔？医生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对呀，医生，你再仔细看看，确定不是阮思涵吗？我看过了，就是晏叔，不信你们自己看。阮思涵不相信的看了看，女儿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？莫非真的是晏叔？是的，确实是晏叔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找晏叔，让他过来捐骨髓给小伟治病啊！阮思涵苦涩的笑了笑。妈，你觉得晏叔会同意吗？他敢不同意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他要是不同意，就是草菅人命，是杀人凶手。我们让帽子叔叔把他抓起来，让他踩一辈子缝纫机。妈，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就行了，千万别在晏叔一家人面前说。我要怎么做事，还轮不到你来说教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女儿？离了婚前拿不到不说，如今还耽误你弟弟的病情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妈，你凭什么将过错都推到我身上？当初要不是你逼着我，让我去找晏叔卖房给小伟治病，晏叔至于和我离婚吗？怎么现在我没用了，您这就打算过河拆桥了？就凭我是你妈？没错，当初我是逼你让晏叔卖房，但我逼你和他离婚了吗？离婚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不和我商量就擅自做出决定，你还觉得你有理了啊？阮思涵挨了一巴掌，心里委屈极了。哭什么哭？走，我们去找晏叔，必须让这小王八蛋给小伟捐骨髓。
怎么没人开门？莫非晏殊一家人都不在这里？打电话给晏殊，问问他在哪里。我电话早就被拉黑了，妈，你电话给我用一下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打给他父母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这天杀的一家，电话打不通，人也找不到，这明显是在躲我们了。哼，躲得了和尚，难不成还能躲得过庙？走，我们去燕卫国的电子加工厂去找他们。看着门口贴着休息3天的告示，阮思涵和他母亲再次沉默了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天天休息3天是吧？3天之后我们再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一家能躲我们躲到什么时候。小叔，你怎么知道阮思涵一家今天会找上门来闹事的？很简单，我今天早上从医院那边得知了骨髓匹配的结果。你的骨髓竟然和阮思伟那个废物匹配成功了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难怪这一家人气势汹汹的跑过来，哼，真是活该，让他们之前嚣张跋扈，现在知道着急了。果然老话说得好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啊。只是我们也就能清静3天，3天后那个赵明兰又跑过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贴着休息吧？很简单啊，先应付几天时间。老爸的厂子租期快到了，正好老爸有扩大规模的想法，前段时间也在找新厂子，现在我们只需要找个带仓库的厂房就行了。一旦我们搬走，阮思涵一家再想找到我们，恐怕就难了。小叔说的不错，这几天我确实都在找新的厂房，已经有几个心仪的地方了。这几天趁着办贷款的事情，我顺便把新厂房的事情也弄好，快的话3-5天的时间就能搬走了，慢的话最多也不超过10天。目前为止也只能这样了。不到1周的时间，拆迁那边就有后续了。喂，你好，是晏殊先生吗？我是这样的，由于你非常的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所以有关于你的拆迁赔偿，我们决定先发给你，大概在3天后就会到达您的账户之中。当然了，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你这几天配合我们一下，将得到拆迁补偿的事情宣传一二。你也知道，不是所有住户都像您那样痛快的交房的。行，没问题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就这么愉快的说定了。几天后你收到赔偿金之后，给我打个电话，让我们这边确认一下。好的。晚上我叫上几个好兄弟到小菜园聚聚。叔哥，见你一回可真不容易啊。叔哥，我听明轩说你离婚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倒也没什么，就是看清了阮思涵的真面目而已。前段时间他弟弟生病了，我花费10分钟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缓缓说了出来，没有添油加醋，因为没必要。什么？阮思涵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是一个伏地魔。叔哥，我支持你离婚，如此趴在你身上吸血，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。说的不错，我叔哥要样貌有样貌，要能力有能力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根本不用在这么一棵歪脖子树上吊着。好了，这些都过去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展望未来。说的对，这些都过去了。对了，今天叫你们过来确实有事找你们。我把我下一步计划告诉了他们。早上刚醒来，我就收到了584万的进账，加上自己的存款31万，如今我余额有615万，也算一个小小的100万富翁了。随后我打开了期货 APP， 看了一眼铜材料的价格。几天过去，铜材料的价格已经降到32000每吨了。这时候老爸打来电话，爸，怎么了？儿子，铜的价格已经降到3.2万每吨了，不会再降了吧？爸，你放心好了，不会再降了，这是最低点了。希望儿子你说的是真的吧？不然投入200万买了61吨的铜，这可是几年的量啊！放心吧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把厂库落实了。好吧。我刚挂掉老爸的电话，后门被敲响，不用猜，我都知道阮思涵。晏殊，找你可真不容易。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呀！我都把你们一家人的电话拉黑了，以后你就别来烦我了。晏殊，我有事求你。阮思涵放低的语气，我明知故问道：什么事？对于自己的这个前妻，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上一世我被阮思涵压榨了那么多年，这一世我想要快乐快乐，怎么了？晏殊，我弟弟的病变得有些严重起来了，现在急需骨髓移植，而你的骨髓正好和我弟弟的骨髓相匹配。我希望你看在我们是夫妻的份上，捐个骨髓救救我弟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他不能有事。我发誓，只要你救了我弟弟，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，以后我也不去烦你了。离婚后的财产分割我再也不提了。阮思涵低声下气的恳求道：阮思涵啊，阮思涵，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们之间的财产不是在一开始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我给你的那张单子你看不懂吗？至于救你弟弟，哼，都离婚了，你还要我给你弟弟捐骨髓？抱歉，我没这个兴趣，更没这个义务。如果你特意来说这个事情的话，那么很抱歉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最清楚阮思涵了，现在嘴上说的好听，等一旦事情过了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的讨要回来。是，你的那张单子确实写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之间的财产确实已经分割了，但是拆迁呢？你房子遇上了拆迁，我们结婚3年，总能分到一点吧？阮思涵没想到我如此绝情，自己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恳求了，我凭什么不答应自己？呵呵，你这话说的就更可笑了。这套房子是我爸婚前给我买的，这3年来也没扩建，就连装修的钱也是我爸出的。现在拆迁了和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让你免费住3年，不收你房租就不错了，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要拆迁赔偿？哪来的回哪里去吧！我不等阮思涵反应过来，直接关了门，我才懒得听阮思涵那些废话呢，免得影响心情。阮思涵此时愤怒不已：晏殊，你这个抠门的王八蛋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，有你这么见死不救的吗？那可是我亲弟弟啊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阮思涵一想到自己的弟弟病情不是很乐观，
虽然现在还是早期，治愈的希望很大，但是如果不早点进行移植，早期就可能变成中期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弟弟就这么住在医院里。晏殊，既然你如此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不讲夫妻感情了。这一次，我绝对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我来到老爸的办公室，刚准备坐下，万立群万总以及连小东连总就走了进来。魏国，听说你最近搞了2波大动作啊，你这是打算扩大业务吗？你魄力不小啊。连总跟上说道，听说你这次投入了200万的资金，买了60万吨的铜材料，这是打算当铜材料批发商吗？不过你这点量也不够做批发的了，而且现在铜价每天都在掉，你一下子买了那么多铜，这是钱多花不完，给别人做慈善吗？万总单纯的好奇，连小东就有点阴阳怪气了，话里话外都是在讽刺我爸这次的行为。我怎么做就不需要老连你操心了。万总，你这次和老连来是有什么要事吗？明眼人都能猜到这2个人来干什么了。万立群看了连小东一眼，然后缓缓地开口说道，老晏，是这样的，这次来你厂里，我是和你商量一下产品的加工费的。现在的铜价比之当初降低了10%左右，那产品加工费自然也要降低一点，我准备降低10个百分点，你能不能接受？我转头看向老爸，我瞬间明白老爸的意思。万总，加工费降低10个百分点，这是不是降得太狠了？现在铜材料的价格虽然一直在降，但是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涨。一旦铜材料暴涨，那你的这个要求，我爸的厂子恐怕无法答应。晏殊，作为你的长辈，我不得不提醒你爸，如今铜价跌成现在这个样，我们的利润也低，如果不同意的话，那么这一次的合作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身为一个生意人，我不可能放着便宜的厂子不合作，去和贵的厂子合作。10%的加工费，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按照我给你的量来算，1年下来，这10%的加工费起码要多10几万。希望你们考虑清楚。正好连总可是答应了我的要求。万总，我们之间也合作了好多年了，不管是产品质量还是信誉方面，我相信你都很精准。价格方面，我现在是没办法让步的，因为我得到的消息是铜材料已经跌到了最低点，要不了几天就会涨价了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多等几天，看看铜材料的价格，再决定接下来是否继续合作。铜材料会涨价？哈哈哈！老晏，你可别危言耸听了。很多专家可是都说了，铜材料还会继续掉价，说不定会跌破3万亿吨的大关。也就是你傻，也不知道听了哪个白痴的话，竟然投入200万买了60多吨的铜。60多吨的铜，你就等着倾家荡产了。我们会不会倾家荡产，就不需要连总你担心了。万总，我们还是那句话，降低加工费，我爸是不会同意的，也希望你能多等待几天。这我考虑一下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等我考虑好了，就电话通知你。连总也连忙跟了出去。万总，我觉得你不需要考虑太多了，铜价最近跌得那么狠，怎么可能还会涨价？要我说，你干脆就把属于燕魏国的份额给我，我保证按时交货，并且质量合格。老连，要不再等等吧，反正也不差那几天的时间。万总，这样吧，价格方面我再给你降1个点，然后我们可以签个合同，以后不管铜价涨不涨，1年之内我都不会涨加工费。如果铜价持续下跌，那到时候按照铜价的下跌比例降低加工费。这一次连小东可谓是下了血本。爸，连总肯定是记恨你，你当初没借30万给他，他肯定是故意整你。不可能，铜材料怎么会上涨了？专家不是说了，铜材料会一路下跌吗？现在怎么涨到33500亿吨了？明明昨天还是32000亿吨啊，怎么才过去半天就涨了那么多？连小东看着刚和万立群签订的合约，心中大感不妙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能自己吓自己，仅仅是1天而已，说不定明天铜材料的价格就会下跌。稳重，我要稳重，成大事者要有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的心态。儿子，涨了，铜材料的价格涨了，仅仅是半天，它的价格就涨了1500，太疯狂了，太可怕了，这反弹的也太快了。这仅仅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我并不慌张。这才哪到哪，老爸你就看着吧，接下来铜材料的价格涨幅绝对惊爆你的眼球。对了，这件事你知我知即可，千万别生张让。没问题。卧槽，这才多久，这铜材料的价格1吨又涨了100。好了，不跟你小子胡扯了，我继续盯着铜材料的价格去。第一阶段是从3万2亿吨涨到4万1吨，只用了短短的3天时间。第二阶段是从4万1吨涨到4万5亿吨，用了5天的时间。第三阶段是从4、5万涨到4万8亿吨，用了差不多是6天的时间。1吨暴涨2500，我手里握有1000多吨的铜材料，这岂不是等于仅仅是1天我就赚了300多万？我的个天，这也太夸张了！果然，知道未来的情况下去炒股炒期货，当真是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。随后我去到路豹 4S 店，准备换一辆车开开。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路豹 4S 店，我叫江璇，你可以叫我小江。你想看个什么价位的车呢？如果只是想要简单的了解一下，不急着买也是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带你转一转。这款揽胜双涡轮增压 3.0T 的多少钱？你好燕先生，落地的话要200多万。我开门见山的询问道，有没有优惠？还有什么赠送品？你好燕先生，以我的权利最多只能给您优惠5万，至于赠品，我们可以给你赠送3年免费保养，还有价值2万的油卡，以及真皮脚垫和车窗膜，这是我所能给出的最大优惠了。你小子可真逗，竟然敢来糊弄我女朋友。董浩，谁是你女朋友啊？你别在这里胡闹，赶紧走。江璇，这小子是来逗你的，我刚看见他是开着奥拓过来的，你看他全身上下全是地摊货，他是来买揽胜，我首长可以给你监狱吃。小子能买得起这里的豪车吗？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兄弟话可别说得太满，万一我真是来买车的呢，这脸可就丢到姥姥家了。我看你就是来装的吧，是不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来着？这里随便一辆车可要上百万。
万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自取其辱的。但是我可要警告你，这里的车你可别乱摸，蹭掉一点漆，可要你小半年工资哦。董浩，赶紧走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的工作。我就是看不惯这种装暴发户的人，一身的穷酸样。识相点，赶紧跟我夹着尾巴滚出去！我要是买得起呢？没想到啊，看来有时候面子也真是自己凑上来丢的。你可真有啊！我把话撂在这了，你今天但凡能买下这辆，我倒立吃翔；要是你买不下来，就跪下来大声叫我3声爷爷，再倒立吃翔。怎么样，小子，你敢不敢结这个赌约？没问题。来了，大家做个见证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你表演吃翔了吧？怎么还赌上了？这个叫晏殊的人，不会真买得起这里的车吧？这里随便都要上百万。你看外面确实停了一辆奥拓，一身的穷酸样，怎么可能买得起？就是瞎胡闹的，他可能都不认识揽胜那几个字母吧？让他买一个车轱辘可能都费劲。我们就在这里看他的笑话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怎么兄弟，别让我看不起你，这辆揽胜可要200万，可别说我欺负你。那这样，店里最便宜的车你挑一辆，也就100来万。今天要是你能从卡里刷出100万来，也算我输，我马上直接履行赌约。要是刷不出来，那可不好意思，就轮到你履行赌约了。这车动力太小了，我还是喜欢5.0代替的，500多匹马力。这个晏殊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？还是说被驴给踢了？已经给他台阶下了，只要刷出100万就算他赢，还大言不惭说要我们这里400多万的揽胜，真是屎壳郎撞到厕所找屎来了。这小子肯定是吹牛往大了吹，自己怎么爽怎么来。这个瓜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晏殊先生，你可考虑清楚了，顶配的揽胜可不划算。小江是吧？把你们的收款码拿过来，准备好合同，我去趟洗手间就来。临阵脱逃吧你小子，江雪，你就把你们店里的所有码都签过来，我看他太来劲了，我就去厕所堵住他，别让他给逃跑了，我就要看他全身上下加起来能扫出多少钱来。我刚从卫生间走了出来，小子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了，你可别逃走了，这里什么码都有，看你喜欢什么码，赶紧的吧。晏殊先生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这可是400多万呢。不用考虑，合同我看了没有问题，什么时候能提车？最快需要1周。好。你已成功消费450万7000元。晏殊先生，你多付了10万。你是店里最看得起我的，你的服务也十分的周到，这10万就当给你的辛苦费了。到时候我给你出具一份说明，你去财务申领一下。我的天呐，这可是10万，我1个月工资都没有这么多。晏殊先生，非常感谢你。我的天呐，出手打赏就是10万。刚才进店的时候，我还看不起他，故意没去接待他，我可是真的愚蠢到极点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小子是不是耍赖，在手机里装了收款语音包？江璇，你的客户刚刚付了450万，财务给你确认一下。是的，没错，是这位叫晏殊的先生付的款。董浩，财务那边已经确认收款了。不可能，你们肯定是联合起来骗我的。不，还是我神经出现幻觉了？你明明是开着奥拓来的，你小子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董浩，请履行你的赌约，大伙都在这里看着的呢。这不行啊，大哥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也是给你开玩笑的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。今天就看着小江的面子上放过你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那边有门，赶紧滚蛋。晏殊先生，感谢你给我增添了一笔业绩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啊，顺便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好的，晏殊先生，我换身衣服就出来，您稍等。江璇非常好奇我的身份，我也直言不讳告诉他。拆迁，晏殊先生还真是幸运啊。不过拆迁只有584万，为什么会花400多万买一辆车？拆迁款应该只是一个意外收获。思维转变一下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婷婷，法院那边的进展如何了？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开庭？哪有那么快开庭？光是立案通过就需要7个工作日，想要正式开庭，最起码要1个月的时间。阮思涵十分着急，但是再着急也没办法，该等的时间还是要等。还有，思涵，我最后向你确认一下，你确定你已经将所有实情都告诉我了？要知道，我是你的律师，你可千万不能对我隐瞒什么，不然万一官司失败，可不是我的责任。阮思涵肯定会有所隐瞒。当然，我没有隐瞒，根本就没什么好隐瞒你的。阮思涵闪烁了一下，然后一脸微笑的说道：“如此就好，我先去个卫生间。”林婷婷闻言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向着卫生间走去。晏殊，一道尖锐的叫声在我耳边响起，随后一阵高跟鞋声音向我靠近。好你的晏殊，难怪你急着和我离婚，看来这是早就外面有人了呀！你也是真的是谎话连篇啊，把我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了不说，让你出点钱救治我弟弟，你竟然说没钱，没钱你还出来泡妞，你的心可真黑。阮思涵眼珠子一转，立马一顶大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。那可是我亲弟弟，是你的小舅子，你怎么忍心见死不救的呀你？阮思涵，我想你搞错了几件事。第一，我和你离婚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他们。第二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所以我有没有钱，现在和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第三，阮思伟是你亲弟弟是不假，但是以我们如今的关系，他可不是我小舅子。既然阮思伟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凭什么救他？还有最后一点，你这么一个逼迫自己老公卖房，甚至想要将公婆赶出家门的女人，怎么好意思在这里理直气壮地说我黑心？你们一家子一个个贪婪无厌不着，还忘恩负义，颠倒是非黑白，真要说黑心，那也是你们一家子才对。我毫不客气地指出阮思涵不是，完全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结婚这3年来，不管是我还是我爸妈，对你们家可谓是仁至义尽了。但凡你们家有点良心，有点良知，都不会继续跟我胡搅蛮缠。如果是自己单独碰上阮思涵，我根本不会和他说那么多。但可惜江璇和她的闺蜜陆思思都在，我不可能让阮思涵破坏自己的形象，更不可能让她倒打一耙诬陷我。
任你说的冠冕堂皇，还是无法掩盖你见死不救的行为。就算我们离婚了又如何？只要是个有爱心的人，知道自己的骨髓可以救人，恐怕都会贡献出来吧。而你现在拒绝捐赠骨髓，难道不是在说明你没有爱心吗？阮思涵根本不吃我这一套，完全不接话，就要拿正义来压倒我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救自己的亲弟弟。救人也要看救谁，救阮思伟那个不知廉耻、忘恩负义、嚣张跋扈、混吃等死、在家啃老的废物，也配我去救他？他这种人早点死了才是最好的，舍得去祸害其他人。对于阮思伟这个废物，我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让他恢复过来，肯定会联合他起来设计我。听到我如此污蔑自己的弟弟，阮思涵顿时不干了，连忙为自己的弟弟辩解起来。闭嘴！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的弟弟，他现在还小，将来会懂事的。阮思涵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阮思伟都22岁了，你竟然跟我说他还小？国家规定18岁已经成年，并且要承担法律责任了，你却说他22岁还小，你当他是什么巨婴吗？一个只有260多个月的宝宝。然而面对我的话，阮思涵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22岁怎么了？在我眼里，他永远是需要我照顾的弟弟。姐姐照顾弟弟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呵，我懒得和你说这些，你要照顾那是你的事情，别拉上我就行了。现在立刻马上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吃饭，不然别怪我请餐厅的服务员出面赶你走了。那么急着赶我走，怎么怕我影响你泡妞吗？两位妹妹，你们和这种人相处可要长点心，不然到时候什么都得不到，还被骗了可就糟了。面对阮思涵的挑拨离间，江璇沉默了片刻。他智商不低，情商更不低，毕竟怎么说也是一个汽车销售员，真要是情商低，他在 4S 店可混不了2年。看到江璇沉默，阮思涵还以为自己挑拨离间的计谋成功了，所以他对我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。这位姐姐，那可能让你失望了。我和叔哥相处起来，那可是非常开心呢。至于你说的骗，那就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呢。跟叔哥认识后，我可是在他的带领下，2天赚了20多万呢。如果这也算骗的话，那我情愿一直被骗。江璇的语气非常平缓，然而就是这么平缓的语气，却让阮思涵脸色巨变。2天赚了20多万，怎么可能？就他这么一个月才拿1万多点工资的人，怎么可能带你2天就赚了20多万？阮思涵完全不相信江璇说的。不可能，那只是你见识短而已。叔哥，我可以说吗？江璇看了我一眼，我知道江璇在问什么。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没什么不可以说的。这位姐姐，期货市场你应该知道吧？就算不知道，也应该听说过吧？前段时间，叔哥拿着自己的拆迁款投入了400万去买了铜的期货。叔哥运气很好，这几天铜的价格在大幅度暴涨，1吨的价格每天都上涨好几千。而叔哥开启了10倍的杠杆，400万10倍的杠杆，相当于可以当做4000万来使用。当然了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叔哥赚了大钱。按照这3天的涨幅来算，他每天可以赚300多万，3天下来，他赚了差不多1000万。当然了，我也赚了不少，不过因为没有叔哥的本钱雄厚，所以只是小打小闹，2天赚了20多万而已。阮思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敢相信我能做到3天赚1000万，就像做梦一样。什么？3天赚了1000万？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你们在联合骗我，对不对？就晏殊这么一个窝囊废，他怎么可能3天赚1000万？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而且你觉得如果不是叔哥带我赚了那么多钱，我会在明知他离婚的情况下还那么偏袒他吗？阮思涵就感觉自己的胸口在隐隐作痛，3天赚1000万的男人就这么让他给弄丢了。晏殊，既然你现在那么有钱了，那你能不能救救我弟弟？我弟弟真的不能再拖了，再拖下去，一旦病情到了中期，小伟就彻底没有治愈的希望了。尽管阮思涵此时此刻已经有点后悔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在医院里躺着的阮思伟。3天赚1000万的事情是真是假，以后有的是办法验证。当务之急还是自己弟弟的病情最重要。阮思涵，我忽然觉得你还真有点可笑，你气势汹汹的跑过来污蔑了我一通，现在却又想让我救你弟弟，你真以为自己是黄金啊？人人都喜欢你，都得迁就你。我现在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想要让我去救阮思伟，别做梦了，别说这辈子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晏殊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好歹我们也是一起生活了3年的夫妻。阮思涵已经愤怒到极点，快到丧失理智的边缘。我就顺势来了一连3个反问。你也知道我们是生活了3年的夫妻，那当初你逼我卖房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是夫妻？当初你偷偷拿钱给你弟弟败家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是夫妻？现在跟我提夫妻，你觉得你配吗？这一世因为我的果断离婚，让很多事都不会再发生了。好，既然你一点都不顾念我们曾经的夫妻情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晏殊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，我要起诉你，起诉你不按照离婚协议给我钱，更起诉你婚内出轨。阮思涵，我再次给你强调，他们是我离婚后才认识的。哼，说出来谁信啊？我和你才离婚几天，你就和这女人关系那么亲切了，还叔哥的叫，你当我是白痴吗？既然阮思涵要破罐子破摔，那我也彻底撕破脸皮起诉，我等着你。这时候林婷婷终于从卫生间走出来了。思涵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阮思涵有几件事瞒着林婷婷，迫不及待想要离开。没什么，就是偶遇前夫而已，我们走吧。你前夫？思涵，稍等一下。你好，我是林婷婷，是阮思涵的律师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和你私下聊聊。听林婷婷的意思，她是想庭外和解。林律师你好，阮思涵啊，阮思涵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。
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让我救你弟弟，不就起诉我，结果现在你却早就找了律师。如果我所料没错的话，你不仅仅是找了律师，更是已经起诉，就等法院传票了吧？呵，明明已经起诉我了，你这还在这里让我去救你弟弟，我是真想不通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要脸的？阮思涵根本不想接话。婷婷，走吧，这种人没什么可私聊的，我们法庭上见就是了。燕先生，法庭见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能够停下和解的话，欢迎你随时找我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林婷婷说完转身就离开了。叔哥，快吃饭吧，我肚子都饿了。可恶，混蛋，渣男，该死的晏殊，你竟然敢背着我找其他女人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这一刻，阮思涵心中满是不甘心。思涵，你知不知道你前夫和这个女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个问题很关键，关系到你能否拿到更多的财产。这我并不清楚，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，这就难办了。看来我只能动用点关系去查查这个女人的信息了，希望能有一个意外收获。阮思涵感觉看到了一丝希望，那一切就拜托你了，婷婷。对了，我听说我前夫最近在炒期货，3天赚了1000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你帮我查一下呗。多少？3天赚1000万？我知道了，我会查一查的。阮思涵刚回到家，他的母亲赵明兰就跑过来询问：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林律师怎么说？什么时候能开庭？阮思涵无奈地叹了口气：妈，开庭还早，首先要做的就是立案，只有立案通过了才会开庭，而从立案到开庭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赵明兰脸色一变，阮思伟在医院1天的负担太大，他们可等不起。什么？还要1个月才能开庭？那等到判决下来，岂不是要等到猴年马月？这确实需要很久。可恶，都怪晏殊那个小王八蛋，若非他冷酷无情，见死不救，我们哪里需要那么被动？更过分的是，这一家人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，为了躲我们，连家都不要了，更搬了新厂，这是打算彻底和我们不相往来呀！妈，我今天和婷婷在外面碰到晏殊了。阮思涵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今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。你碰到那小王八蛋了？那小王八蛋怎么说？愿意救小伟吗？没，他不愿意救小伟，而且他和我离婚后还找了新欢。赵明兰脸色大变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们才离婚几天，他就有了新欢？出轨？他一定是早就出轨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所以我已经拜托婷婷去查一查了。如果能证实晏殊在婚内出轨的话，那一旦开庭，晏殊输的几率会很大，到时候他可能就要净身出户。那可太好了，如果能让这小子净身出户的话，那不仅可以得到他手中的几10万存款，还能得到一套房子。这一刻，赵明兰心中充满了期待。提到房子，阮思涵张了张嘴，有心想说那房子已经拆迁了，但是最终还是没开口，他怕自己说出来，赵明兰恐怕要埋怨自己。叔哥，这几天铜材料价格的上涨趋势下降不少，是要到顶峰了吗？铜材料的价格已经到4万7一吨了，而且这2天的涨幅比之前也要低上很多，我们是不是该出手了？让我再观察一下。好的，叔哥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出手，我再出手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时时刻刻的都在关注着铜材料的价格。当铜材料终于涨到4万8一吨的时候，我精神一振，终于到达了上一世最终的价格了。江璇可以平和了，我就开始操作自己的手机，将手中250手的铜材料进行了平仓。伴随着250手的铜材料出手，我的账户中瞬间多了数千万的资金。按照4万8一吨来算，250手也就是1250吨的铜材料可以卖到6000万，其中4000万是从期货公司借来的款项，还掉这4000万后，我还剩下2000万的利润，除去400万的本金，还有各种手续费，连本带利，大概还剩下2300多万。叔哥，我平仓完了，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一波江璇最少也赚了60多万，才区60多万就开心了吗？这才哪到哪？我赚到一笔庞大的资金了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黄金。如今的黄金不过是238一克，每天的金价虽然有所波动，但是波动并不大。然而这个238一克的价格是暂时的。叔哥，你人呢？还在忙吗？没什么，在想下一步要炒什么期货。叔哥，能再带我吗？当然没问题，等我决定好了就告诉你。好，多谢叔哥，爱你么么哒哟。这小丫头可真有意思。我清楚追求江璇的人可不在少数，而能来买路报的身家都不会太低。你好，小姐，我想要买一辆揽胜，能帮我介绍一下吗？好的，先生，请跟我来。江璇闻言，连忙将手机收了起来。真的呀，没想到这家豪车店竟然有这么优质的女生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连身材都这么好。早知道这里有个大美女，我应该早点来看车。这家伙的目光有点讨厌啊！果然，像叔哥那样目光纯正的人还是非常少的。先生你好，这就是揽胜。江璇很耐心地讲解车的各种参数。我想要买一辆双涡轮增压 3.0T 排量的。好的，先生，您是今天就要预定吗？呵呵，这位小姐姐，你想要让我今天预定没问题，但是你总得有些表示吧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出去吃顿烛光晚餐？对见，我今天要花100多万买一辆车，这个面子你肯定会给的吧？吃烛光晚餐，吃完之后是不是还要去酒店啊？吕良志没想到这个小妞那么上道，当即开心地笑了起来。对，那肯定要去酒店啊！
还是你想的周到？不好意思，本店没有这个服务。还有，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认为所有女人都会扑上来，别人我不清楚，但是本小姐我不吃这套。小美女，你耍我是吧？你不跟我去酒店，我凭什么在你这买车？老子可是花了100多万在你们店买车。吕良志看了一眼江璇胸前的工作牌，江璇是吧？你最好同意我的要求，你也不想即将到手的提成落到别人手里吧？那就麻烦这位先生去找能满足你要求的员工吧。至于我，恕不奉陪。站住！你给老子站住！可恶！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无视老子？你知道欧巴是谁吗？敢得罪我，信不信老子让你在这个店混不下去？经理，哪个是经理？我要投诉你们家的员工。经理闻声走过来，你好，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吗？吕良志一上来就自报家门，然后指着江璇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我爸是星光房地产的老板，我要投诉你们这个销售员，他的服务态度太不端正，竟然勾引我，说找他买车可以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。我吕良志是那样的人吗？”江璇，怎么回事？经理，这家伙恶心得很，要我陪他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威胁我，现在还颠倒是非黑白，简直就不是个男人。诽谤？他在诽谤我啊！卧槽，这家伙真不要脸，竟然还委屈上了。江璇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这些当同事可是最清楚的了。要说他勾引男人，我是第一个不信。就是来咱们店买车的富二代多的是，江璇真要想勾引，哪里还能轮得到他？大家也清楚江璇的为人。经理看了吕良志一眼，然后缓缓地说道：“这位客人，是不是诽谤不是你说了算？我们店里有全方位的监控，而且还是有声的，只要查一下监控，就能知道究竟是你在捣乱，还是我的员工服务态度不端正。”经理也给吕良志一个台阶下，不过吕良志的身份是一个麻烦，能不得罪还是不得罪的好。吕少，我想其中应该有什么误会，到我们办公室聊聊可好？不必了，整个航城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路 Boss S 店。吕良志冷哼一声，直接离开了。好了，不用太过担心，好歹你也是我们4S 店的电话，店里的业绩还要靠你提升。这件事我会跟老板说一下，以他的能量，很轻易的就能摆平这件事。多谢经理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努力卖车就行了。经理拿出手机拨打自家老板的电话了。老板，今天店里出了点小事，星光房地产老板的儿子跑到咱们店里欺负咱们的员工。吕良志刚离开路豹4S 店没多久，他就收到了自家老板的电话。小兔崽子，你又给我惹事了。爸，我没有啊。没惹事，没惹事，人家徐老板会特意打电话给我。小兔崽子，我告诉你，少动你的歪心思，还有那个女人你也不要动，这不是通知，是警告。徐老板要是发起脾气来，就连我也承受不住。所以一旦我知道你小子给我阳奉阴违，那就别怪我打断你的腿。之前你犯的事，我还没消气呢。你要是再给我惹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吕大为可不是你一个儿子。爸，我知道了。吕良志脸色难看的放下了电话。一个小小的销售员竟然有那么大的能量，竟然让我的父亲出言警告我，真是小瞧了他。江璇是吧？先让你安静的生活个把月，等那家伙从国外寄大洋马回来，看他是怎么对付你的。这家伙的胆子可比我大多了。江璇打电话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完完整整的给晏殊说了一遍。星光房地产公司，感觉好耳熟啊！我脑海中就浮现了关于星光房地产公司的资料。这家公司可是通过强拆、暴力拆迁等等途径发家致富，这些年开始逐渐洗白。算算时间，好像那件奸杀案已经发生了。呵，感激于江璇，吕良志啊，吕良志，算你倒霉遇上了我这个重生之人。没遇见过，你还有3年的时间可以潇洒，但是这一世，我就让你提前3年进去。今天赚了不少钱，我们一起出来聚个餐吧，顺便安慰一下你受伤的小心灵。好的，那我想吃海底捞火锅了。好，那就去吃海底捞吧。海底捞已经颇有名气了，等到明年之后就会彻底的爆火，到了那个时候可就要排队了。这几天准备好钱，我带你赚一波大的，有多少准备多少。如果能借得到钱的话，也可以借上一些，这一次稳赚不赔。稳赚不赔是什么项目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至于具体时间，我会提前1天通知你的，你最好在这2天就将资金凑齐。对了，记得申请一下融券交易。出于对我的信任，江璇也没有多问。这样啊，那好吧。我拿出手机看到星光房地产公司斥资6亿建造的写字楼，也是星光房地产的总部所在。第2天我就去到星光集团楼下蹲守，在蹲守2个小时后，终于等到了我想见的人，朱明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向着朱明成走去。朱先生你好，我有一个你迫切想要的消息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单独聊聊，和你女儿有关。听到自己的女儿，朱明成压低着声音：“你是谁？我女儿到底在哪儿？介意不说话？可以说了吧？你女儿已经死了，杀死她的凶手就是吕良志和他的狐朋狗友，其中一个因为担心事情暴露，在事发之后跑到国外去避难了。不过估计过段时间就能回来了。除此之外，吕大伟也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当初也是他亲自出手，为了给儿子擦屁股，顺便掩盖了事情的真相。”朱明成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不，这不可能，大哥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你在挑拨离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挑拨离间？你自己去查查不就行了？我这边有几条线索，以你的能力，如果认真去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”上一世吕大伟倒台，以及吕良志被抓之后，帽子叔叔透露出来的线索，相信有这些线索，朱明成找到证据应该不难。为什么选择告诉我？当然是因为想要扳倒吕大伟，只有你才能扳倒。吕大伟和你有杀女之仇，你肯定知道他很多秘密，只有你揭发吕大伟的罪行，他才能被帽子叔叔逮捕。我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下来，观察了一下朱明成的表情，看到他脸上的挣扎之色后，又再次刺激了起来。你对你的女儿应该很宠爱吧？可惜她现在已经死了，而且还是你大哥的儿子杀死的。你当吕大伟是你大哥，可是吕大伟是怎么做的？明知道他儿子是奸杀你女儿的凶手，却一点信息都不告诉你，甚至还假惺惺的在你面前安慰。如果你还有点血性的话，就应该让
让吕大伟父子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要知道，你女儿可是还在天上看着你，等着你为她报仇呢。朱明成脑海中浮现出了女儿那天使般的笑容。吕良志，如果真是你害了我女儿，我朱明成和你们吕家不死不休。看来你已经做出了决定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在你查明真相，并且决定向警方揭发吕大伟的罪行之前，能否通知一下我？我也想要看到吕大伟被帽子叔叔抓捕的场面。没问题，不过到时候我要怎么通知你？对于我的提议，朱明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看到这个墙角了吗？如果你有所决定了，就在这墙角用涂鸦喷漆画上一个白色的圆圈，到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决定了。朱明成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你还真是想得周到啊！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吧？”呵呵，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。好了，我也该走了，就此别过了。我虽然没有正面回答，但是我的话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。好，多谢你给我提供的消息。至于你和我今天的见面，我会吞进肚子里，谁也不告诉，包括帽子叔叔。朱明成很清楚的知道，一旦自己揭发了吕大伟，那么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吕良志，希望不是你，不然老子要将你大卸八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时时刻刻盯着星光房地产的股价。如今的星光房地产股价是50元一股，总股本大概在2亿多股，市值100多亿。上一世我知道伴随吕大伟入狱，星光房地产的股价会连续跌停。这一世我不敢贸然提前做空星光房地产，而是要静等一个机会。时间到了，该去看看朱明成到底调查的怎么样了，是否决定揭发吕大伟。我来到约定好的地方，依然没发现标记。另一边，在朱明成的办公室有重大发现。真的，竟然是真的！吕良志，你怎么敢的？就算瑶瑶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但也胜似亲妹妹。结果你这个王八钩子，竟然伙同其他人奸杀了瑶瑶，你根本就不配当人。还有吕大伟，我这些年为你出生入死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冲在前面，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瑶瑶可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更是我的精神支柱。你们毁掉了瑶瑶，就别怪我毁掉你们父子。吕良志、吕大伟，都是你们的错，是你们让我没有爱啊！白色的圆圈，看来朱明成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呀。东风已来，是时候行动起来了。现在能请假吗？有重要的事要办，你懂的。稍等，我这就去向经理请个假。好，你请完假就来星光集团，我在这附近。星光集团，这不就是星光房地产的总部吗？叔哥去那边干什么？我记得那个吕良志之前在公司大放厥词的时候，好像就说自己是星光房地产的太子爷吧？你来就知道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江璇找到了我。两融账户开通了吧？开通了。行，既然开通了，那现在就选择做空星光房地产的股票，做空星光房地产。叔哥，你确定没开玩笑？然而江璇在听了我的话后，顿时惊呆了。星光房地产好歹也是市值100亿的公司，如今公司市值更是非常的稳定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了，放心吧，我有内幕消息，最多半天不到，星光房地产的董事长吕大伟就会被帽子叔叔逮捕，而且还是以买凶杀人、暴力拆迁等等罪大恶极的罪名被逮捕。一旦这消息爆出，那星光房地产的股价可就稳不住了。这好吧。江璇心中也生出了无数个疑惑，星光房地产的老板为什么会被抓，而且还是以这种罪名被抓？我在中间又扮演了什么角色？好，那现在开始，我们直接做空星光房地产。我二话不说就开始操作了起来，我直接投入了2300万的资金。不是所有上市公司都可以融券的，不过星光房地产却不在此列，他们公司是可以融券的，融券的杠杆倍数不高，只有2倍。叔哥稍等一下，我通知一下思思。2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终于完成了融券交易。此时我的融券账户里躺着4600万，我借了92万股的股票，而江璇的融券账户里则躺着320万，他借了6万4000股的股票，两人加起来就差一点就接近100万股了。接下来就等星光房地产的股价开始暴跌了。叔哥，问个比较私密的问题，你是怎么预测到星光房地产的老板吕大伟会被警方抓捕啊？当然了，如果不能说的话，可以不说。倒也不是不能说，就是我说了后，怕你会爱上我。前段时间你不是说吕良志威胁你吗？恰好我知道一些隐秘的事情。接下来我将自己做过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，做好事不留名，这可不是我想要的。叔哥，我们还要等多久？星光集团楼下，我和江璇焦急的等待。应该快了吧？刚说完，3辆警车来到了星光房地产的门口。来了，吕大伟，我们查到您与几起凶杀案有关，这是逮捕令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吕良志，你也这也正好，省得我们多跑一趟。我们查到您与一起奸杀案有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等等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一个良好市民，我还和你们分局的王局长认识，可否让我打个电话？吕良志此时也彻底的慌了。对呀，我爸和你们领导很熟的，你们不能抓我们。别说你和分局的局长认识，就算和总局的局长认识也没用，抓起来带走。怎么回事？吕董事长怎么被抓了？这是犯了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所犯之事肯定不小，不然警察不会这么不给面子，直接在公司里就给他们戴上银手镯了。话说，咱们公司不会就这么完了吧？不带这么完人的，怎么我进的每一家公司不到1个月的时间都会出大事啊？卧槽，兄弟！
弟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这也太邪门了吧！我有骗你的必要吗？这已经是我进的第7家公司了，也是出事最快的一家。前几家好歹也能撑过1星期，这家公司才3天就不行了。出来了，叔哥，吕大伟被帽子叔叔带出来了，还有吕良志那个家伙也被带走了。呵呵，大局已定，如今我们只需要坐等着赚钱就行了。看着吕大伟父子俩被双双带走，我也露出了一抹微笑。如此巨大的丑闻一旦爆出来，星光房地产的股价恐怕顷刻间就能跌停了。就算是他们想要救市，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，毕竟这个影响太大了。而想要救市所需要消耗的资金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。如今吕大伟父子已经进去，一旦他们的丑闻被爆出来，那些股东到时候的第一想法恐怕不是救市，而是想着怎么卖掉自己手中的股份，避免更大的损失。我清楚马上就有大变动了。哟，这不是晏殊吗？还真是巧啊，在这里都能遇上你。对了，江璇小姐也在这里啊。我听说你今天是和男朋友一起参加公司的团建，你男朋友是哪个啊？该不会是晏殊吧？柯有才说着，露出了一抹玩弄的微笑。不会，肯定不会。你该不会不知道，你男朋友是个有老婆的人吧？什么？江璇的男朋友竟然是个有老婆的人？这个消息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。如此一来，岂不是说江璇是个小三？不是，他图什么？江璇应该不知道她男朋友是有家室的人吧？不然肯定不愿意做小三。我觉得也是，毕竟不管是店里的同事还是客户，追求江璇的都不少。他要是愿意当小三，恐怕早就被这些人追走了。啊，江璇真可怜，还以为遇到了真爱，结果没想到是个渣男。江璇的同事不在少数，柯有才的嗓门又大，所以很多人都围了过来，看着江璇的同事议论纷纷。柯有才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，转过头看向我，晏殊，我送给你的惊喜，希望你喜欢。我和江璇脸上并没有多余的表情。柯有才继续输出，该不会江璇早就知道对方有老婆了吧？柯有才见江璇没有半点愤怒的样子，反而一脸讥讽地看着自己，顿时忍不住再次提醒了一句：江小姐，你男朋友他是有老婆的人，他连这件事都不告诉你，就是等于在玩弄你的感情，你难道不愤怒吗？谢谢你哦，你人还怪好呢。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搞错了几件事。第一，我男朋友以前是有老婆，但是在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婚了。说起来，我和我男朋友第一次见面，你也在场呢。第二，他有前妻的事情，在我们认识不久之后，他就主动告诉我了，所以他在玩弄我的感情这件事根本不存在。柯有才闻言，一张脸顿时涨红起来，犹如猪肝色一般。他是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千辛万苦准备的计划竟然无疾而终。原本以为这次绝对可以让我身败名裂，坐实我渣男的明显。离婚了？不可能，他在骗你，他怎么可能离婚？就在此时，一位我的大学女同学站出来弱弱的说道：这个我倒是可以佐证晏殊离婚了，我有阮思涵的微信，在1个多月前，阮思涵就在朋友圈晒过离婚证了。林建生也站出来了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叔哥早就离婚了。原来不是当小三啊，是人家早就离婚了。我就说嘛，以江璇的性格，连富二代都不接受，怎么可能接受当一个小三？只不过没想到江璇竟然不在意自己的男朋友离过婚。这算什么？离过婚而已，就凭江璇男朋友那颜值和财力，别说是2婚了，哪怕是3婚、4婚都没问题。柯有才顿时感觉自己承受了1万点的暴击伤害，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，但是更多的却是愤怒，在仇人面前出糗，这种感觉别提有多不爽了。原来晏殊早就离婚了，我的错，我见晏殊和这位姑娘关系亲密，还以为她出轨了，想要提醒她一句，没想到弄巧成拙了。晏殊，我跟你道歉。这样吧，既然大家在这里偶遇，正好晚上我们这也有一桌酒，到时候我给你敬杯酒，算是道歉。好，我等着你给我敬酒赔罪。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咋还当真了呢？呵呵，那晚上我等你过来。柯有才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江璇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林建生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也是知情人。你好，林哥。那什么，我就不打扰你们2人世界了。叔哥，晚上酒店餐厅见。我对柯有才不感兴趣，但是他手里的金店我很感兴趣。晚上聚餐的时候，我特意走到他身边，柯有才就阴阳怪气的讽刺了我一番。哟，咱们的校草终于来敬酒了，我还以为你把我们这些同学都给忘了的。这哪能忘啊？更何况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柯有才啊！毕竟我还等着你给我敬酒道歉呢。林建生肯定是要帮自己的好兄弟，所以立马在一旁起哄。是啊，柯有才，下午的时候可是你说的要大众给叔哥敬酒赔罪，现在该不会想耍赖吧？怎么，你是打算说话不算话吗？晏殊，我说过的话自然会算数，不过我觉得换个道歉方式比较好。这样吧，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，算是赔礼道歉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开黄金店的，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1年赚个30万左右也不难。当然了，我的黄金店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我爸的规模大，他1年可以赚上100万。而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就是，黄金的价格过几天就要跌了。如今市面上的黄金价格是241克上下，而我从我爸那边得到消息，这一次黄金的价格可能会跌破200，所以你们手上有黄金的可以趁现在都卖掉，等黄金跌破200一克的时候再重新买回来。如此一来一回，一克你们可以赚到40块钱，手中黄金越多，你们赚的就越多。晏殊，我将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告诉你，道歉的诚意足够大吧？对于我一个重生者来说，明显柯有才是在给我挖坑。柯有才，你说黄金降价就降价呀？你从哪得来的消息？可不可靠啊？我的消息来源当然可靠，
漂亮国的华尔街知道吧？那是世界的3大金融中心之一。我爸得到消息，华尔街那边有人抛售大量的黄金，所以不仅仅是国内的黄金即将会降价，国际上的黄金也会降价。从漂亮国得到等消息啊，那肯定是真的了。柯有才，感谢你的消息，明天我就去卖黄金。柯有才，没想到你爸那么有实力，漂亮国那边的情报也能知道。如果这次我赚了钱，到时候一定给你送个大礼。柯有才看见我摇头，晏叔，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是认为我在骗你吗？忽悠人的消息，你竟然敢说我的消息是忽悠人的？晏叔，有本事明天你别去卖黄金啊！晏叔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人家柯有才好心告诉你这个独家消息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现在反而污蔑他，这就过分了。就是这么说啊，你可以选择不信，那是你的事情，但是请别平白无故的污蔑别人。晏叔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下午的事情生气，但是男人嘛，格局大一点，别老抓住一件事不放。人家柯有才都那么有诚意了，你再无理取闹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既然这些同学那么相信柯有才，那就相信好了。老林，我先走了。叔哥，等等我。见我都走了，林建生自然不会继续待下去了。这群同学见风使舵的本事，我现在也算见识到了。林建生，晏叔走就走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走？别忘记了，今天大家来可是为了庆祝柯有才买了揽胜，你现在连一句恭喜的话都没说就走，是不是太没礼貌了？好歹人家柯有才同学也邀请了你。林建生冷哼一声，语气中充满了不屑。只不过是区区一辆低配版揽胜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叔哥可是花了400多万买了一辆顶配的揽胜，就那价格，足以买2辆低配版揽胜了。在场的同学一个个目瞪口呆起来。不可能吧？晏叔花200多万买了顶配的揽胜，他哪里的钱？我听说晏叔遇到拆迁了，获得了几百万的赔偿金，就算获得了几百万的拆迁赔偿，但是买400多万的顶配揽胜，那也太奢侈了吧？他以后养得起吗？我就说晏叔格局小吧，有点钱就想装逼，他也不想在哪个，就他那点工资，怎么养得起400多万的车？你们就等着吧，那几百万拆迁赔偿，早晚有一天会被他败光。一群可怜虫被柯有才卖了，还替他数钱。才哥，讨厌的人走了，接下来和我们细细说一下黄金的价格会跌到多少倍。我妈家里藏着差不多1公斤的黄金，我决定明天偷偷的拿出来先卖了，然后等过几天给她一个惊喜，你觉得行不？哈哈，好说好说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可以帮忙的话我肯定帮。叔哥那个柯有才好过分啊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还有你的那帮同学，也是一个个分不清谁才是大腿，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。让他们去恭维柯有才，有他们哭的时候，你就那么信任我啊？好歹柯有才也是开黄金店铺的，一般来说，不是他的话更容易让人相信吗？虽然他是开黄金店铺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比较相信叔哥你，可能大概是因为你带我赚了2次钱吧。那为了对得起你的信任，我是不是应该多带你赚几次钱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务必如此。第二天一早，柯有才意气风发的来到了自己的金店里。小王，身为老板，我决定从今天开始，店里进行连续7天的活动。这7天，所有和黄金有关的饰品价格都打9折。我要将咱们金店里的黄金快速的销售出去，你立马发给那些老客户，顺便让那些老客户也帮我们宣传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1个多小时后，第一波大妈正在向柯有才的金店袭来。太疯狂了，简直太疯狂了！老板，您的决策真是英明，一个9折活动竟然招来了那么多客户，还有那些大妈可真有钱，其中个别大妈买黄金更是论按斤买的。老板，按照这个趋势，咱们店里的黄金根本不够这些大妈消费的，咱们要不要去向柯总去调一些过来？面对如此火爆的生意，柯有才的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了。他仿佛看到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正砸在自己的头上。调，必须调！我现在就去我爸的店铺里调黄金。黄金的价格波动了，看来国内的大妈开始发力了。等这一波黄金期货的利润到手后，是该去注册一家投资公司了。以后我的业务主要还是靠投资为主。我在江璇上班的地方等他下班的时候，一个30多岁的男子来到我的面前，满脸微笑的说道：“你好，你是江璇的男朋友吧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江璇的老板？不错，正是我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徐红杰。你好，徐老板，我叫晏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徐红杰的眼神很好，我的手机还没来得及锁屏。晏叔先生，你这是在玩黄金期货吗？不错，感觉最近黄金会涨，所以打算赚点小钱。黄金会涨？晏叔先生，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为什么我得到的消息是黄金会大跌？您是说漂亮国那边的操作吗？确实，身为世界3大金融中心之一，华尔街的那群资本家要是低价抛售大量黄金的话，足以影响全世界黄金的价格。但不管是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家，还是其他资本家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在咱们国家有一群足以抗衡他们，甚至是碾压他们的神秘力量。我说到这里，故作神秘了起来。我和徐红杰满打满算，今天也才第2次见面，我自然不会平白无故的告诉对方。徐红杰的好奇心完全被调动了起来。神秘的力量，咱们国内还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吗？当然有，而且经过我这几天的调查，这股神秘力量已经开始爆发了。已经爆发了？我越是这么说，徐红杰就越好奇。想了想，徐红杰拿出了手机，查看起了黄金的价格。真的涨了。徐红杰对于我口中的神秘力量更加感兴趣了。晏叔老弟，我家里呢有点能量，而且我现在对于你口中的神秘能量很感兴趣，所以你看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把？你把你所知道的神秘力量告诉我，如果我赚了大钱，我给你1成的利润，你看如何？徐红杰忽然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，1成，也就是10%的利润。以徐红杰的能力，一旦他出手，那么绝对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利润，最起码也是10亿往上走，10亿往上走的10%，最起码也有1个亿。说实话，我被打动了。
1成的利润。徐老板，你这条件开的确实很诱人，我也不由得佩服起徐宏杰了。白送1成的利润，一般人可没有这个魄力。一旦和徐宏杰合作，自己不仅可以白得一大笔钱，还能扩展自己的人脉，更能在工作上帮助江璇。如此一箭三雕的好事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对于朋友，我一向很大方，就是不知道晏殊老弟你怎么考虑的？徐老板，你开出那么高的条件，我好像没有拒绝的必要。徐老板，别叫我徐老板了，我年长你几岁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喊我徐老哥。好的，徐老哥，我说的神秘力量，其实就是咱们国内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妈。啥玩意？国内的大妈？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？当然没开玩笑了。徐老哥，不信的话可以去查查，以你的能量，应该很快就能查到。前几天这些大妈或许数量还不多，但是今天的数量绝对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，不然根本无法影响黄金的价格。好，感谢老弟你的消息，如果这消息属实，那我可就发财了。不对，应该是我们一起发财。很多方面我都能侃侃而谈，甚至往往能一针见血。不由得，徐宏杰对于我所说的神秘力量，就是国内大妈，已经有了一点点相信了。几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，就在此时，徐宏杰的电话响起来了。调查的怎么样？老大，你是怎么知道今天去全国的黄金店铺来了许多大妈？你的意思是今天真的有很多大妈去买黄金了？是的，老大，而且不仅仅是国内，国外也出现很多大妈购买黄金的热潮。什么？连国外都出现了？是的，老大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些大妈是真有钱，买黄金就跟买白菜一样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。此时的徐宏杰内心很不平静，他没想到我所说的那些竟然是真的。晏殊老弟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，老哥我也要去搞黄金的生意了。等赚了钱，你的那一份分成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。对了，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，以后可以常聊。好的，徐老哥，以后常联系。我微微一笑，并没有拒绝，这可是扩充人脉的好机会。认识了徐宏杰，就等于认识了徐宏杰身后的关系网。只要伴随着合作加深，总有一天，徐宏杰的人脉也将会是我的人脉。老大，短时间之内能够凑齐的资金就只有这7个多亿了，想要再多凑一点，需要一点时间。7个多亿吗？足够了，好歹也算凑齐了1个亿的美金。而且国外和国内不一样，黄金期货最高可不是只有10倍、20倍，而是能够开启100倍。100倍杠杆之下，1个亿的美金可以当作100亿来使用。在如此庞大的倍数之下，稍微波动几个点，就会造成很恐怖的后果，要么赚翻了，要么1个亿美金的资金全军覆没，直接被强制平仓。老大，你真的要相信那个晏殊所说的话吗？虽然目前咱们国内的大妈确实在横扫黄金，但那可是华尔街的资本，咱们国内的大妈真的能够战胜那些资本吗？与其说是我相信他，不如说是我在相信我自己。去海港的机票订了没有？订了，下午3点的机票。你下去准备吧，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在海港那边待上个几天。是，老大。以徐宏杰的身份，所合作的期货公司自然是海港那边实力最强、信誉最好的公司，而他的目标自然是国际黄金期货，那里才是赚大钱的舞台。国内的黄金期货只是小打小闹而已。徐宏杰走到落地窗前，抬头看着天空，心中默默地想到：晏殊，希望你的猜测是对，也希望我的直觉是对的。如果这次我能赚到大钱，那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几个小时后，徐宏杰踏上了前往海港的飞机。不到1天的时间，柯有才的脸色却变得异常苍白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说是华尔街的那帮资本在大量抛售黄金，黄金的价格会持续下降，甚至跌破200一克吗？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黄金的价格不仅没有跌，反而上涨了不少。这尼玛糊弄鬼呢？彩哥，你不是说黄金的价格会降吗？现在黄金的价格不降反升是什么鬼？我操，柯有才，你不会是在骗我们吧？老子上午刚把家里的黄金拿出去卖了，结果下午就涨价了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不然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兄弟们请放心，今日黄金的价格上涨只是临时的，明天黄金的价格一定会涨。明天？行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既然柯有才你那么说了，那我就再等1天。但是如果明天黄金的价格还不下降，那别怪老子去找你麻烦。第2天一早，柯有才紧张地握着手机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冷汗已经爬满了额头。黄金的价格又双涨了。1夜过去，今日的金价已经涨到了262一克。此时柯有才不用想都知道，群里肯定已经吵翻了天。这群脑子有坑的家伙，我当初是说过黄金会降价，但是我没逼着你们卖吧？草你妈的柯有才，你小子有种啊，竟然敢骗我！柯有才，老子给我妈准备的惊喜，如今已经变成了惊喜。你要是不解决这件事，老子和你玩命！不对劲，非常的不对劲，这金价的涨幅有点过快啊！我看着眼前暴涨的金价，也有点不可思议。莫非因为我的出现，所以有了蝴蝶效应？而最大的变数，应该就是我认识了徐宏杰。以徐宏杰的背景，如果他入场的话，那黄金的价格涨幅过快，好像也能理解。江璇，现在黄金到达最高点了，可以套现离场了，不能太过贪婪，应该见好就收。黄金的价格会被一群国内大妈所影响。要知道，上一世的时候，就算是那些资本，也是在1个星期后才查到原因的。而那个时候，黄金已经被国内大妈买的差不多了，就算想入场，也晚了。叔哥发财了，
发财了。赚了多少？高兴成这个样子？一下子赚到了800多万，思思差不多赚了有350万。感谢你，叔哥，这些钱我都可以在杭城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。没想到啊，原本我要为之奋斗10几年乃至几10年的目标，竟然在短短2个月内就完成了。叔哥，你赚了多少？也就1.4亿。哇哦，叔哥晚上聚聚吧。你老板徐宏杰先生晚上请我吃饭，特地说了声带你一起去，你要一起去吗？我老板要请你吃饭，为什么呀？你们什么时候有交集了？这一点我倒是可以解释。然后将自己当初遇到徐宏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行，那就一起去吧，毕竟老板都亲自发话了，身为员工的我肯定不能够不给面子。那行，你收拾一下，我开车来接你，正好陪我去趟商场买套像样的衣服。叔哥，你看这套还不错，这套衣服多少钱？您好先生，这套西装的价格加上衬衫以及领带和皮鞋，总共的价格是189460。好，刷卡，我们再去逛逛，还是给你也看件衣服。这时候商场门外正好前妻和前丈母娘也来买衣服。思涵，你二姨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，听说光是存款就有上千万，资产更是4、5千万以上，比晏叔那个穷逼的家庭条件可好多了。妈，只是相个亲而已，用得着到这里买衣服吗？这里的衣服随随便便就是几百起步，动辄都是几千甚至上万的，咱们家可买不起那么贵的衣服，有那些钱还不如留着给小伟治病用。舍不得孩子，好不到狼。你二姨说了，那家人光是彩礼就准备了88万，一旦你们看对了眼，到时候这88万的彩礼就是你的了。有了这88万，小伟的病也就不用担心了，所以这个钱必须得花。80多万彩礼，那么多呀，那我试试吧。阮思涵和赵明兰母女俩走出来后，第一时间看到了在更衣室外的我。晏叔，你怎么在这？好你个晏叔，竟然暗中跟踪我们到这里了，现在后悔和我女儿离婚了。哼，告诉你，现在晚了，为女儿已经马上就是千万富翁的太太了，人家条件比你们家好多了，你就不要痴心妄想的惦记我女儿了。还有识相的就赶紧按照离婚协议将财产分了，不然等过几天开庭了，你怕是没好果子吃。我轻瞥了母女两眼，真是冤家路窄啊。哦，那就先恭喜你们找到下一个受害者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受害者？字面意思。哼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晏叔，我家女儿长得那么漂亮，以后可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只能看到她在别的男人怀里撒娇。至于你一个2婚的男人，估计也找不到什么好人家了，最多也就是找个丑八怪凑合凑合。叔哥，我换好了，是你，叔哥的前妻。这身衣服挺不错的，还要试试其他的吗？就这一身吧。今天时机不对，下次我们再来逛逛。多少钱？您好先生，这身衣服总共3万2千吧。我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准备买单。扫码吧。别，叔哥，我自己有钱，我自己来买单吧。傻丫头，你是我女朋友，怎么能让你花钱呢？好了，别跟我争了，服务员，把你们收款码拿过来。好的先生，请稍等。价值3万2的衣服，说买就买了，这晏叔什么时候那么大方了？真刷了，不对，这小子还没有按照协议分钱给我们呢，现在给别的女人花钱，岂不是在等于花我的钱？这时候赵明兰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当即脸色一变。晏叔，你个小王八蛋，竟敢花我女儿的钱养别的女人，老娘今天和你没完！赵明兰，话不要乱说，什么叫做你女儿的钱？我和阮思涵离婚的时候，早就将我们2个人的账务分清楚了。前妻刚和我办完离婚，没过几天就得知我家拆迁的消息，前妻反悔也不好使，直接起诉我，我更是带上女朋友在他面前秀恩爱。晏叔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看台上的这位女士和你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男女朋友？你只需要回答是和不是就行。什么？那个长得那么漂亮的小姑娘，竟然是这小子的女朋友？卧槽！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这场官司好像是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案子。这小子也太勇了，带着女朋友来打离婚官司，这岂不是还没开始就先输一半了？就是这么说啊，万一是婚内出轨，那刚才好不容易占据的优势可就荡然无存了。婚内出轨，那可是轻则减少财产分配，重则净身出户啊！这小子怎么想的？这个时候竟然带女朋友前来抗议！这是我当事人的隐私，原告律师没资格询问。法官大人，这个问题必须问，因为这关系到被告是否有婚内出轨的嫌疑。抗议无效，还请被告回答原告律师的问题。晏叔啊，晏叔，让你在我面前秀恩爱，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秀恩爱死得快。晏叔先生，还请你回答我的问题，这位女士是不是你的女朋友？是又如何？我会，还真是他的女朋友，我还以为这个晏叔会狡辩一下呢。不得不说，这晏叔是真男人，这种场合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就承认了自己女朋友的身份，这可是关系到他能分到多少财产的官司啊！哼，你们这些人的三观也太不正了。这个叫做晏叔的渣男，既然承认了那个女的是他女朋友，那岂不是妥妥的婚内出轨吗？就是一个婚内出轨的人，你们也支持，真是炸裂的三观啊！谁说晏叔有女朋友就是婚内出轨啊？没准人家是离婚后才找的女朋友呢。不可能，反正我的不相信对方是离婚后才找的。林婷婷这时候再度出击。法官大人，既然被告承认了这位女生是他的女朋友，而被告和我的当事人离婚也不过才2个月的时间，我有理由怀疑对方有婚内出轨的嫌疑。法官大人，我这里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当事人不是婚内出轨，
秦律师直接拿出了自己的证据，证明我是在和阮思涵离婚之后才认识的江璇。而这些证据一出，林婷婷脸色顿时一变，当即秦律师再拿出转账记录，在这3年期间，阮思涵总共向阮思维转账18次，总转账金额高达32万，所以属于阮思涵那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早就被阮思涵自己拿走了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这一刻，林婷婷总算了解到什么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如果因为你的隐瞒，从而使得官司败诉，我可不负责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给我自己的弟弟花钱，和晏殊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我的钱，我想给谁花就给谁花。再说了，晏殊又不是没给他父母花过钱。阮思涵理直气壮地说道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错误。行，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说，你没有其他事情隐瞒着我了吧？没有了。法官大人，我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述。林婷婷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将我和阮思涵离婚之后没几天，房子就获得拆迁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晏殊可能早就知道房子要拆迁了，所以故意在那之前和我当事人离婚，为的就是不想在离婚期间将房子的拆迁赔偿分给我当事人一部分。而此话一出，顿时在法庭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赵明兰第一个站起来，这一刻她简直气炸了。什么？晏殊那小子的房子拆迁了？死丫头！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之前没和我说？你是不是想私吞这笔钱，不想拿钱给你弟弟治病了？苏静，不是相关人员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法庭上公然咆哮，就别怪我治你个藐视法庭之罪。听到法官的警告，赵明兰脸色一黑，立马想要再说什么，但是她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法官一个犀利的眼神给震慑住了。警告完赵明兰后，法官看向了我，被告、原告所说之事是否属实？法官大人，我这里有证据证明，我的当事人不是主动提离婚的，而是被动。秦律师说着，拿出了一个 U 盘来，里面正是当初我和阮思涵大吵大闹，最终选择离婚的画面。而看到秦律师拿出来的 U 盘，林婷婷脸色巨变，心中有股不祥的预感。我们可以住你父母那边啊？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绝对不会跟我父母一起住吗？对啊，所以等你房子卖了之后，我住你们父母呢。你父母的话，就随便找出租房住下就行了，别让他们影响到我。阮思涵遇到你这样的当事人，是我林婷婷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。这就是你刚才信誓旦旦的说没有隐瞒的事实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场官司我不打了，爱他妈谁打谁去打，老娘我不伺候了啊！这当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！这么奇葩的女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人才啊！为了给自己的弟弟治病，竟然逼迫自己老公卖房，还要把公婆赶出去，这特么妥妥的一个伏地魔啊！法官大人，这场官司我认输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婷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是我的律师，你怎么可以轻易认输？你要是认输了，那我的钱怎么办？你也知道我是你的律师，你早该拿去了。我不止3次的跟你说过，千万不要有事瞒着我的。可你是怎么做的？给你弟弟那30万隐瞒不报也就算了，连离婚理由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也跟我瞎扯，你这是合作的态度吗？今天别说是我，就算是来个1级律师在场，也帮不了你。当即和陪审团的人商议了一下之后，立马判了阮思涵败诉。而得知这个判决，阮思涵眼睛一黑，差点站立不稳。不仅仅是他，就连赵明兰也呆滞了起来。阮思涵，我希望你们家适可而止。如今你们已经败诉了，以后就请远离我的生活，不然别怪我不念及曾经的夫妻之情。死丫头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为什么隐瞒晏殊拆迁的事情？妈，我也不是故意隐瞒的，当初……哼，你真是个棒槌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没脑子的女儿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从晏殊那边拿不到钱，那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去和你二姨介绍的那个家伙结婚，好歹也是88万的彩礼。妈，我不嫁。二姨介绍的那个人实在太丑了，我见到他连饭都吃不下，怎么可能嫁给他？我这不是在和你商量，而是在通知你，比起你弟弟的病，你嫁个丑八怪怎么了？我把你养那么大，就是为了这个家做贡献的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为弟弟治病我不反对，但是你也不能牺牲我的幸福吧？我也是你的孩子啊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要是老了，还能指望你给我养老不成？行了，别跟我说废话，要么你自己找个有钱的老公嫁了，要么你就给我嫁给你二姨介绍的那个人。我先走了，省得和你在这丢人现眼。阮思涵，案子已经结束了，你尽快将剩余的律师费结算一下。结算律师费？官司都输了，你还有脸提这个？官司输了是因为我吗？要不是你对我隐瞒了那么多事情，我能输得那么彻底？阮思涵，你扪心自问，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是不是尽心为你东奔西跑？结果你再看看你是怎么做的，提供假信息不说，还一直隐瞒着我。我告诉你，1个星期之内，你最好将剩余的律师费结清，不然我不介意让你知道拖欠律师费的后果。那我也没钱，以后再说呗。随后阮思涵来到医院，医生就告诉他，阮思伟的病不能再拖了，这2天马上就要进入中期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那么快？你们当初不是说要半年吗？现在才过去多久啊？你们这是在骗我！阮女士，当初我们说的是3个月到半年之间，如今已经过去3、4个月了，我们并没有骗你。那医生，我弟弟的病怎么办？一旦进入中期，是不是没办法救了？倒也不是不能救，
像你弟弟这种病，除非是到了中后期或者是晚期，只是刚刚进入中期的话，还是有很大治愈的希望的。当然了，这一切的前提是可以尽快找到合适的骨髓匹配者。话说，之前你们之中不是有个叫做晏殊的和病人的骨髓很匹配吗？他拒绝了为病人骨髓移植吗？是的，那家伙就是个见死不救的人渣。如此，那就只能继续寻找了。这时候，病房出现一个不速之客。你说什么？我的骨髓匹配者找到了？还是我的姐夫晏殊？这不可能！如果是晏殊那个废物的话，我早就可以进行治疗了，哪里还需要等到现在？呵，那是因为你姐早就和晏殊离婚了，所以晏殊才不愿意捐骨髓给你。什么？我姐和晏殊那个废物离婚了？他怎么敢的？就他那样1个月才赚1万多的废物，也敢和我姐离婚？行了，我不是来听你废话的，我这里有件事需要你去做，如果你能完成，我可以承诺给你50万，你要不要去做？一听有50万可以拿，阮思伟顿时来了精神。50万？什么事？只要能给我钱，哪怕做奸犯科的事，我也不怕。好，这是25万定金，接下来你只需要……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我弟弟的病房了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只需要知道我是给你们送富贵就行了。阮思伟，这是25万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25万等着你。好了，你家人也来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弟，怎么回事？这人为什么给你25万？他让我办件事，事成之后给我50万，而这25万只是定金而已。比起这个，姐，我有件事想问一下你，你是不是和晏殊那废物离婚了？还有，这家伙离婚是不是没给你1分钱？你都知道了呀？看来是真的了。可恶，晏殊那该死的王八蛋竟然敢欺负我老阮家的人！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被他欺负的。你逞能什么？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养病。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消停？那个人让你做什么事情？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不会是让你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吧？小伟，违法的事情你可别做，我可不想某一天我和爸妈要去监狱里看你。姐，你别担心，那个人让我做的事情不是违法的事情，而是和晏殊那废物有关。他说只要我爆晏殊的黑料，让晏殊身败名裂，我就能获得50万。真的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有事的。看来刚才那人肯定是晏殊的仇人。叔哥，你快看新闻，现在都要冲上热搜第1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阮思伟，一个恶性淋巴癌的患者。今天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才来求助我媒体帮忙的。我今天要揭发一个人的丑陋面目，他就是我的前姐夫晏殊，也是贝尼亚公司的股东之一。晏殊这个家伙简直就不是个人，是个畜生。这是有人在故意找你麻烦啊？会是谁？是方志豪吗？肯定是他，也只能是他了。阮思伟，我看他是在找死啊！叔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找帽子叔叔吗？找帽子叔叔就太便宜他了，我这一次要让他们一家万劫不复。喂，徐哥，你知道杭城哪里有地下赌场，并且势力很强的吗？地下赌场，这我倒是知道。怎么，老弟你想玩玩？老哥奉劝你一句，赌这玩意还是不要碰得好。虽然说是小赌怡情，但是有时候赌着赌着就会赌大的，而且这玩意又贼容易上瘾，所以干脆一开始就不要碰为好。老哥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赌的。这辈子我晏殊和赌毒不共戴天，之所以问你，也是因为我想对付一个人。行，这个忙我帮了，正好我和杭城一家地下赌场的老板认识。行，那就麻烦老哥你了。在我打算对付阮思伟的时候，阮思伟一家也意外得到了一个消息，医院再次为阮思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骨髓。什么？骨髓找到了？不错，不得不说你们的运气很好，而对方已愿意捐赠骨髓。接下来你们尽快凑齐30万就可以进行手术了。一听只需要30万的手术费，阮思涵和赵明兰立马说道：30万是吧？我们家有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交。他们家还有个10万左右的存款，再加上之前那个陌生人给的25万，凑个30万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倒也不需要那么着急，手术也需要预约的，不过不会太久，只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。这3天你们让患者调整一下心态，至于手术费，你们只要在手术开始之前交齐都行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离开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后，他们立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阮思伟。阮思伟一听，顿时激动不已。妈，医生不是说我有3天的时间可以放松心态吗？这3天我就不住医院里了，我想出去待会儿，毕竟做完手术我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恢复。这需要问问医生。行，那你快去问问。几分钟后，赵明兰回来了，医生说这几天可以不用住院，并且手术也预约成功了。就在3天后，阮思伟只需要在大后天的晚上来医院就行了。这几个月，阮思伟在医院待得都快发霉了，早就想出去放松了。刚走出医院，就碰到以前的几个朋友。哦，这不是伟哥吗？几个月不见，怎么在这里遇到你了？在没啊？最近手痒了没？晚上要不要打几圈麻将？阮思伟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趣。走，今晚你们一定要陪我决战到天亮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随便吃几口就去棋牌室啊！几个小时后，桌上的几个都吐槽道：晦气，真特么的晦气！这一晚上摸的都是什么牌啊？伟哥，你最近去哪里进修了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这才打了多久，你就赢了小1万了吧？那必须的，最近我一直在看赌神的片子，可能现在赌神附体了吧？伟哥，既然你运气那么好，要不要去更大的地方玩玩？以你的运气，去了那个地方，说不定你能赢个几10万乃至上100万呢。更大的地方哪里啊？哎，不瞒你说，最近这几天我都在一家地下赌场玩，才玩了3、4天，我就在那里就赢了20来万。今天要不是很久没见伟哥你了，我恐怕已经在那家地下赌场战斗了。阿贤，你说的那些地下赌场，是不是就像赌神电影里演的那样，有百家乐，有德州扑克、转轮盘等等玩法？必须是，伟哥，要不要去试试？必须去，真好的地方，你竟然现在才告诉我，也太不厚道了。好了，
麻将就打到这里吧，哥几个，咱们去地下赌场溜达溜达。我看的短信里的4个字，鱼儿上钩。地下赌场里，阮思伟一脸搞质的看着眼前的牌局，他玩的是梭哈，也正是赌神里面的经典玩法。输了，怎么样会这样？明明差一点点我就能赢了的，怎么会输了？伟哥，算了，你今晚已经输了5万了，别再玩了，而且你也没钱玩了。谁说我没钱了？我还有钱。你还有钱？别逗了，伟哥，哥几个还不知道你能拿出5万来就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了。而且就算你有钱又如何？你现在运气那么差，肯定赢不回来的。谁说我赢不回来的？你等着，这次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怎么赢的。我和徐宏杰正满脸冷笑的看着陷入赌博不可自拔的阮思伟，这家伙竟然还是个烂赌鬼，赌起来竟然连自己的救命钱都不要了，这还真是我没想到的。这样不是更有意思吗？亲手输掉自己的救命钱，这家伙到时候一定很绝望吧？徐宏杰在一旁幸灾乐祸的说道。说的也是，嘿嘿，我现在可是非常期待这20万输掉之后，这家伙还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同一时间，方志豪的家里，老板，阮思伟的视频虽然掀起了一小波风浪，但是没多久就被晏殊澄清了。而且晏殊虽然是贝尼亚的股东之一，但却没有任何职位，所以并没有对贝尼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这一家人真是废物，不过好在成功恶心到了晏殊，这25万也算没白花。方总，接下来还要继续利用晏殊前妻一家吗？不用了，这一家人都是废物，把钱给他们还不如给乞丐。下一步应该这样。吴姐，你们身上还有多少钱？都借过来给我，等我赢了钱，我立刻还给你们。伟哥，这把牌要不还是别跟了吧，对方同花顺的几率太大了。别说你只是3条 A， 哪怕你是4条 A， 那也毫无胜算啊。什么叫毫无胜算？对方不可能是同花顺。伟哥，我是真借不了。这样吧，要不你跟赌场借吧，你是第1次来，并且没有欠赌场钱。如果凭借信誉贷款的话，是可以最高贷款30万的。当然了，就是利息比较贵，要1毛的利，借30万，1个月要还3万。阮思伟一听，顿时眼睛一亮，能借30万？那你快带我去借，这一把我要翻身做地主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阮思涵女士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这里是杭城派出所，你的弟弟因涉嫌无辜伤人已经被我们刑拘，现在打电话来是通知你来一趟我们派出所，送点衣物给你的弟弟。什么？我弟弟无辜伤人？不可能的，我弟弟内妖善良，平时家里杀鸡他都不参与，怎么可能会去伤人？帽子叔叔，是不是你们弄错了？阮思涵女士，我们不会弄错的，在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弟弟已经砍伤了10几个人，其中更有4、5个人重伤被送往了医院。阮思涵难以置信地放下了手机，整个人处于呆滞的状态，他到现在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弟弟竟然砍伤了那么多人。阮思涵嘴中喃喃自语了起来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，爸妈要是知道这个情况，恐怕会彻底绝望了。阮思涵第一时间去到派出所，输了250多万，房产证都被抵押了，不可能，我弟弟平时根本不会碰赌博，怎么可能输了那么多钱？阮女士，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弟弟不够了解。通过我们的调查，你弟弟阮思伟这些年来参与的赌博次数不下于300次，每次的输赢都在数千到数万之间。帽子叔叔，我弟弟的这种情况会被判多久？这个不好说，毕竟他砍伤的人太多了，起步最少是10年，有可能达到15年。办案人给出了一个大概的量刑，而阮思涵一听到要判10年到15年，浑身的力量瞬间被抽干，一个踉跄差点没摔倒。他知道这一次自己的弟弟是真的完了，不仅仅是他的弟弟，他们家也要完了。阮思伟将房产证抵押了出去，将借来的钱全部输掉，他和自己的父母恐怕要无家可归了。阮思涵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立马询问了起来。对了，警察同志，那个赌场呢？赌博是犯法的吧？我弟弟在那个赌场输了那么多钱，总能要回来吧？抱歉，等我们审讯完阮思伟的时候，那家赌场的负责人已经跑路了，我们根本没有抓到对方。这家赌场的人很聪明，阮思伟砍人的地点是在赌场外面，所以他们接到报案抓捕阮思伟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赌场。等审问了阮思伟后，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赌场。得知这个赌场后，他们立马去抓人，只可惜已经人去楼空了。阮思涵再一次询问道：那个借钱给我弟弟去赌博的人呢？他这种借贷肯定不合法的吧？阮女士，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，只可惜你弟弟和对方是签了合同的正常借贷，是合法性的，所以阮思涵一次是真正的绝望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时候迟迟赶到的赵明兰上来就问道：思涵，怎么回事？小伟怎么被抓起来了？妈，出大事了，小伟他……安强忍着心中的悲伤，将事情再次完完本本的叙述了一遍。苍天啊，我家小伟怎么会遇上这种事啊？而赵明兰在听了之后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双眼一翻，直挺挺的晕了过去。造孽呀！我平时就和你们说了，不要过分的溺爱小伟，现在好了吧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这一刻，阮思涵也后悔了，如果不是他和自己的母亲一直偏爱弟弟，甚至宠溺他，也不会造成今日的结果。爸，的确是我和妈的错，若非这些年我们太过宠溺小伟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阮建安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？现在后悔也没用了，当务之急还是想想看，怎么才能救你弟弟吧？最起码让他的量刑减少一些。爸，我去求晏殊，他一定有办法。找晏殊？晏殊那小子有什么能耐？我听说
他和杭城前首富的儿子相识，如果能让晏殊请动前首富的儿子的话，应该就能救小伟出来了。阮建安彻底吃惊了。什么？晏殊竟然认识前首富的儿子？他怎么会认识那样的大人物？阮思涵摇摇头，他只知道我认识徐宏杰，并且关系不错。至于具体怎么认识的，那就不清楚了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阮建安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口提醒了一句：“女儿，我有句话想和你说。晏殊之前连捐骨髓都不肯，你觉得他会让人去救小伟吗？事在人为吧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对了，小伟被抓了。阮建安，小伟怎么样了？还有思涵呢？这个时候他不在这里，跑去哪儿了？思涵去找晏殊了。阮建安连忙将阮思涵离开的原因说了一遍。赵明兰闻言顿时沉默了。这一刻，他忽然后悔至极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这个前女婿竟然有如此大的能耐，不仅赚了那么多钱，甚至还认识了杭城前首富之子这样的大人物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他说什么也不会同意女儿离婚，平时也会对我好一点。现在不仅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，更能成为人上人。赵明兰的肠子都悔青了。可惜现在一切都晚了。我刚刚从公司来到地下停车场，就看到了在自己车旁边的阮思涵。晏殊，你又来找我干什么？阮思涵没有犹豫，跪在地上。晏殊，求你救救我弟弟，我弟弟他被抓走了。说实在的，看到上一世在自己面前高高在上的前妻，如今跪在自己面前，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毕竟夫妻一场，对于阮思涵一家，我早就不放在眼里了。格局大了，自然不会在乎这些小人物。阮思涵，到了如今这般地步，你竟然还要护着你的弟弟吗？你们家的灾难，甚至于我和你离婚，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像这样的废物和垃圾，你们还要护到什么时候？现在他都敢砍人了，如果我凭借关系救了他，他是不是会更加的嚣张跋扈？到时候他是不是就会跑去杀人了？晏殊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那是我唯一的弟弟啊，也是我爸妈唯一的儿子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晏殊，你就帮我这一次，我发誓，只要你这次帮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了，并且我也不让阮思伟以后再找你麻烦。冥顽不灵，我不会救阮思伟的，你就别再白费心机了。阮思伟放出来，那才是对社会最大的危害。我转身上车就走了。晏殊，你真的见死不救吗？阮思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车越开越远。阮思伟案件开庭的日子会在1个月后，不过罪名倒是定下来了，就看法院判多少年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13年到15年之间。对此我并不意外，我还打听到前妻阮思涵被自己的母亲逼着嫁给一个猴脸，说什么对方家庭背景不错，没准可以救阮思伟出来。阮思涵当然不愿意了，为此母女俩之间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甚至差点断绝了母女关系。正好遇上赌场的人拿着房产证来，安井佐把房子过户给我，欠我的钱今天直接转给我。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，跟阮思伟没关系，钱不是我借的，要钱就去找阮思伟，再不走我就找帽子叔叔了，告你们敲诈勒索，私闯民宅。少在这里给我装糊涂，老东西！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不想让你儿子死在监狱里，最好把房子过户了。面对这种威胁，赵明兰直接妥协了。阮思伟现在最多也就是10几年，最起码人还活着，10年后出来了，才30多岁，还有半辈子的人生。如果死在了监狱里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当然了，前提是先把他的病治好。对此，夫妻俩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他们可以向银行贷款，以夫妻2人的收入，贷款个30万还是没问题的。前妻一家的事，我也不再关心了，我也带着我心爱的人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去到首都定居了下来。